穿越高武世界，我竟然觉醒了最废天赋控使术。卧槽，他觉醒了个啥？哈哈哈，控使术，这特喵算什么天赋 ？F 班叶清河觉醒天赋，天赋名称控使术，效果是能控制目标的大便。这特喵不是让人拉稀吗？史上最废天赋，哈哈哈哈！叶清河尴尬的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叶清河，你以后是不是得改名叫秦始皇啊？回家种田去吧，起码种田挑粪轻松一点。叶清河怒了，一怒之下，此敌赵秦的腿直接炸开。卧槽！他脸色铁青，额头冒汗，两腿疯狂颤抖。难道这就是我的天赋？于是他再次集中精神锁定赵钱，赵钱瞬间控制，喷得满地都是。叶清河，你给我等着！随后夹着腿疯狂跑向厕所，全场顿时一片寂静，没人再敢说话。这时觉醒 S 级天赋的好基友尚明走。牛啊老爷，你这天赋真特喵的有味道啊！好像也不是完全没用。觉醒仪式结束后，叶清河成了全校的名人。快看，那就是秦始皇叶清河。离他远点，听说他能让你当场拉裤。别理他们，你这天赋虽然奇葩，但实战效果炸裂啊！赵钱那傻狗现在还在厕所蹲着呢，可这也太什么？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能让赵钱当众出丑吗？就在此时，赵钱带着几个跟班拦住去了。叶清河，你特喵的找死是吧？敢让老子在全校面前？怎么还想再来一次？赵钱脸色一变，你什么你？想打架来找我啊？你们两个给我等着！看到没？你这天赋威慑力十足啊！叶清河心里莫名轻松了不少。也许这天赋真没那么糟糕。下午，叶清河被叫到学校的训练场，校长、几位战斗导师以及军方派来的观察员站在场边，神情严肃。叶清河，你的天赋很特殊，我们需要进一步测试。怎么测试？实战。接着，训练场内被投放了一头奴仆级的魔族。你的任务是用天赋和他战斗，放心，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你只需要施展出你的能力。现在将你的能力对我使用，我想看看你的天赋越级使用的效果。真的吗？万一？怕什么？我堂堂黄金级强者，还能被你个刚觉醒的小子给？越3级仍有显著影响。测试完毕，校长你自己看着记录。一个刚觉醒的学生，天赋居然能对黄金级都有显著影响吗？有点意思。你这个天赋史无前例，本身应该归属于1级，但是又因为你表现突出，可以作用于他人使其丧失战斗能力，甚至能跨越等级影响黄金级，所以目前无法为你的天赋定级。不过从今天的表现来看，你的天赋确实有实战价值。您的意思是？以你的表现来看，接下来的分班你加入验班没问题，希望你不要辜负这份独特的才能。怎么样？校长说我的天赋无法定级，无法定级，那就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太溜了老爷。嘿嘿，控使术又如何？只要用得好，照样能成为最强的觉醒者。梅城高中分班公告栏前挤满了学生。快看 ，A 班名单更新了，尚明大佬果然在列 S 级紫炎天赋，直接保送啊！等等，这个叶清河是？卧槽，秦始皇！开什么玩笑？叶清河那种垃圾天赋也配进 A 班？就在此时，叶清河也走了过来。叶清河，你凭什么能进 A 班？赵钱那级狼人天赋让他浑身散发着危险气息。校长办公室3楼右转，不服可以去申诉。赵钱，想找事吗？有本事冲我来啊！叶清河，别躲在别人后面，你以为靠那种恶心的能力就能混进 A 班？做梦！不服，要不要再试试我的天赋？别以为我怕你 ，A 班不是靠小伎俩就能待的地方。赵钱，你除了会放狠话，还会什么？要不咱们现在练练？赵钱脸色难看，嘴中冷哼一声离开了。A 班教室内，我是你们的班主任秦月 ，C 级天赋数据解析，黄金级觉醒者，是你们今后的班主任。今天第一课是让你们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100年前，魔族撕裂天空，入侵人界，人类与魔族交战毫不停歇，无数生灵几近消亡。物种灭绝的警钟已然敲响，人类仅勉强守护着10%的净土。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人类和魔族的等级。觉醒者等级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星辰、皓月、曜日、君王道传说9级。老师就是黄金级觉醒者，你们初始觉醒等级都为黑铁级，而魔族分为奴仆、士兵、战将、领主、君主、魔王、魔帝，与人类等级一一对应。天赋的等级只是起点，真正的强者是那些能将天赋开发到极致的人。明天开始实战训练，这次实战很重要，是评估你们能力的一次测试，所有人做好准备。下课后，学生们陆续离开教室，叶清河则被秦月叫住。叶清河，校长和军方对你很感兴趣，但 A 班不会给你特殊待遇。我明白，你的天赋很特殊，但特殊并不意味着强大，希望你能好好利用你的天赋，不然你依旧会被淘汰。谢谢老师提醒。走出教室，尚明仍站在墙边等他。走吧，秦始皇老爷，我看你是想试试使到临头的滋味了。我叫叶清河，我觉醒的是控使术，我现在在学校组织的实战考核现场，一想到我的对手要被控使术折磨，我就想笑。今天的考核规则很简单，我会安排你们对战的人选，你们只需要发挥到最好即可。第一场考核，尚明对战王坤。王坤的岩石之躯可是 B 级天赋，防御力在 A 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上明的紫妍可是 S 级天赋，这下有好戏看了。明哥加油！王坤是赵钱的头号狗腿子，小心别被他阴到了。让你看看什么是 S 级的实力。紫妍，我的防御连赵钱大哥的爪牙都扛不住，就算你是 S 级天赋又如何？岩石之躯，承让。卧槽，一招就一招，这就是 S 级天赋的威力吗？上名胜。叶清河正要上去祝贺，忽然发现旁边赵钱阴冷地盯着他。别高兴太早，待会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 A 级天赋。考核第2场，叶清河对战赵钱。此言一出，观众席上的议论声更大。那个秦始皇，这把应该赵钱赢吧？听说他上次让赵钱当众出手，那只是偷袭得手而已，正面战斗，赵钱能把他撕碎。擂台上，赵钱瞬间完成变身，整个人呈现出狂暴状态。这气息，大家都是刚觉醒的，他咋就比我们强那么多？听说他家里花钱给他买了很多魔晶，供他修炼用。控使术顺流而下。没用，这一周我经历了无数次特训，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就算小荷才露尖尖角，我也能给憋回去。认输吧，你的小把戏对我没用了。控使术飞流直下3000尺。发生了什么？那个秦始皇居然赢了，好臭，受不了了！经常憋屎的都知道，憋得越久，释放的一瞬间冲击就越猛。一直以普通强度憋着，突然加重力度，神仙来了也憋不住这一下。平手，赵钱失去战斗能力，胜者为叶清河。此时医疗队迅速赶来，将赵钱抬上担架。下次我一定会赢。卧槽，你是真溜啊！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那些曾经嘲笑叶清河的学生全都看得目瞪口呆。尚明冲上擂台，扶住摇摇欲坠的叶清河，干得漂亮啊！你那招飞流直下3000尺太绝了。没想到控使术还能这么用，太可怕了，连赵钱都扛不住。以后千万别惹这家伙。第2天上课时间，根据昨天的对战情况，我推举尚明作为 A 班的班长，有人持反对意见吗？秦月扫视同学们一周，见没人反对后，便打开一个箱子。今天开始魔能修炼课程，这将决定你们未来是成为战场上的利剑，还是魔族脚下的烂泥。魔能修炼有2种途径，最基础的是通过冥想吸收空气中游离的魔力。每个觉醒者体内都有一个魔力漩涡，随着不断的修炼，魔力漩涡会逐渐扩大，储存的魔力也会越多。魔力提升也是觉醒者等级晋升的必要条件。而第2种方法，魔晶，接下来要讲的，给我刻在脑子里，绝对不可越级吸收。黑铁、青铜级只能吸收奴仆级，白银黄金级对应士兵级，达到更高的等级才能吸收战将级魔晶，否则走火入魔，甚至爆体而亡。魔晶的魔力利用率通常仅有50%左右，当然天赋越高，利用率也会越强。学院每周为 A 班学院配发1颗奴仆级魔晶。尚明，你来分发一下。等叶清河领到自己那颗时，发现晶体出奇的冰凉，他余光一瞥，发现赵钱竟然掏出了更大的一枚魔晶。看清楚，不过是奴仆级魔晶，而且品质更好。我家每天都能弄到1颗，某些废物天赋的穷鬼，要不是学校，恐怕一辈子都见不到这种好东西。现在给我闭嘴，开始实操训练，像冥想一样，引导魔晶中的魔力吸收进自己的魔力漩涡中。闭眼，用你们的意识去触碰魔晶，记住，要像海绵一样缓慢汲取能量。叶清河很快将魔晶吸收完毕。我去，不对劲啊！秦月导师不是说普通学院能有50%吸收就不错了，我怎么感觉至少有80%被完美转化了？老叶，你感觉如何？头疼？你呢？还行吧，我感觉我吸收了大概70%左右。秦老师说 S 级天赋通常能有6到7成的利用率，看来我算是达标了。你呢？我能吸收80%左右。我去，真的吗？你这天赋果然不一般啊！替我保密，我可不想树大招风。有你的，晚上请你喝恢复药剂。回家路上，叶清河掏出那枚魔晶残渣，每周1颗的配额根本不够，按照这个速度，我要猴年马月才能突破青铜级啊！哟，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怎么在这？我在想魔晶的事，1周1颗太少了，根本不够用。我有个路子，想不想赚点外快？什么意思？我爸是火焰佣兵团的团长，白银级觉醒者。这周末他们要出城清剿一个奴仆级魔族巢穴，可以带我们2个见习生去长长见识。能分到魔晶吗？当然，按规矩，见习生能分到一部分战利品，运气好的话，一次能弄到2、3颗呢。会不会太危险了？我们才黑铁级。放心，那个巢穴早就被侦查清楚了，只有20多头奴仆级魔兽。我爸白银级，带10个青铜队员去，就是去收割的。而且你的控时术简直就是控制神技，好不好？好，我去。这才对嘛！周6早上5点，北城门集合，记得穿耐脏的衣服，带够干粮和水。北城门处，这是我老爹，火焰佣兵团团长，白银级巅峰强者。叔叔好。记住规矩，你们2个只负责外围警戒和战利品收集，遇到任何异常立刻发射信号弹。叶清河2人慎重地点了点头。现在出发。
我叫洛红，你们叫我红姐就行。这个是驱魔粉，撒在身上能掩盖人类气息。队伍在沉默中前行了半个多小时，叶清河神经紧绷。突然，上天言举起手，前方300米，目标巢穴，按计划行动。小明，你带叶小子去西侧高地观测。尚明兴奋地拽着叶清河离开，来到一处小土坡后面，远处有10几个奴仆级魔族正在游荡。运气不错，都是最低等的魔物。看好了，我爸他们要动手了。只见上天言双手一伸，7道火柱冲天而起，将整个巢穴围绕其中。魔族们顿时大乱，紧接着佣兵团的觉醒者同时发动攻击，火球、冰锥如雨点般落下。太轻松了，根本用不着我们出手。话音刚落，叶清河突然感觉一阵恶寒，猛地转头一看，竟然是3只大型魔物绕了过来。小心，顺流而下。这不是普通的魔物，虽然还是奴仆级，但是已经对应我们青铜级了。管你什么级别，顺流而下，顺流而下，顺流而下。这时红姐也跑过来支援，干得漂亮，虽然有点不雅观。2位小朋友，你们挺不错嘛。很轻松，我们还解决了几只大的，我觉得我们每人至少能分到2个魔晶。片刻之后，所有魔物全部被解决，大家开始清理战利品。叶清河发现地上都是魔物的排泄物和啃食过的骨头。怎么了？不对劲，这些粪便的量太多了。你看这里的排泄物分布密度，20只魔物能排泄出那么多吗？而且质地太粘稠了，正常的这类魔物排泄物应该更松散。也许他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不对，叶清河继续观察四周景象，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洞。尚明，快过来看，这巢穴下面还有空间，要不要叫你父亲过来看看？尚明赶忙凑过来查看，下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动？老爹，你快过来看看。突然，一条黑影从洞中钻出，一串刺耳的叫声之后，整个巢穴沸腾了起来，仿佛无数生物将要从地下钻出。撤退，立即撤退！见鬼，是噬的巨丘，这个地下全是噬的巨丘，它的口气非常锋利，可以轻松咬碎岩石，常生活于地下，大家小心。您先走，我来断后。团长，不可以，即使你是白银级，那么多的魔族也会把你淹没的。叶清河突然注意到，粪便聚集较多的地方，容易产生大量沼气被引爆。有了，尚叔叔，我来帮你。控使术，顿时洞穴内10米范围的粪便开始移动，顺着他的指引聚集在洞口。准备撤，沼气可以引爆，炸掉这里。所有人向洞口冲刺。团长，趁现在来把火，火焰喷射。这味道，我们团里没有风系异能啊，这也太臭了。叶清河瘫坐在地上，脸色苍白。刚才操控那么大量的粪便，几乎耗尽了全部魔能。干得漂亮，没想到你的天赋还能这么用。小家伙，我们都被你救了呢，用粪便沼气炸魔族，这招够损的。好了，大家收拾一下，任务完成，准备返程。啊，可惜了，还有那么多湿地魔晶没捡，亏大了。倒也没有全部没捡，顺手的时候还是捡了3颗，相信其他队员也多少捡了点。清点了一下队伍魔晶总量，这次预计获得魔晶50颗以上，妥妥的大丰收啊！小叶，这次你的功劳巨大，你放心，我们团内按功劳分配，不会亏待你的，估计能给你10颗魔晶。其他人有意见吗？怎么会？我们的命都是小叶救的呢。当然，叶小兄弟这次作用巨大。是啊，没他这次肯定要损失几个兄弟。嘿嘿，要是不答应，回头叶小兄弟偷摸对我使用他的天赋怎么办呢？我可不想在大街上自由飞翔。我是这种人吗？围城内，劫后余生的众人完全沉浸在分配战利品的喜悦之中。65颗，整整65颗魔晶，这次赚大了。按之前商量好的，分10颗给叶清河，余下的按我们佣兵团的规矩分配。叶清河此次历练获得整整10颗，顶得上学校分配2个半月的额度了。尚明也拿到了3颗魔晶，这次探险虽然危机重重，但也收获满满。时间飞逝，距离高2结束还剩下2周。叶清河吸收完最后1颗魔晶后，终于是突破到了青铜级，并且天赋又有了新的招式。嘿嘿，这招太阴了，不知道哪个幸运儿会最先体验到呢？不会又是赵钱吧？逆流而上，顺流而下，逆流而上，顺流而下。此招可谓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听说了吗？这届高考没成，没有1个人考上华夏学府。毕竟是华夏学府呀，举全国之力创办的大学。听说里面最低都是 A 级天赋 ，S 级也多如牛毛，甚至还有传说中的。安静。想必大家也有所耳闻，梅城中学今年也就是你们的高3学长，没有一个考上华夏学府的。那是他们不行，我可已经突破青铜级了，等到明年高考时，说不定都白银级了。华夏学府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天啊，我的天赋漩涡才扩大了4倍，他怎么就青铜级了？赵钱家里每天都给他提供1颗魔晶，你能比吗？恐怕现在连尚明都打不过他了吧？卧槽，我魔晶吸收率高达80%也才突破，没想到赵钱都青铜高阶了，不愧是超能力战士啊！很好，我对你们这一届很有信心。接下来讲另一个重要的事情，下周是你们的期末考试。
组队狩猎积分制：第一，3人一组，自由组队；第二，狩猎区域为城外的迷踪森林，里面栖息着大量低等级魔族；第三，按猎杀魔族数量评分，都是奴仆级魔族，不同魔族积分也不同，考前会发放计分器，自动计入击杀的魔族；第四，考核时间为期1天，在日落前回到10点结算。记住 ，A 班不是保险箱，本次全校考核，表现不佳的队伍会被踢出 A 班，表现优异的则可以破格入选。老规矩，咱俩一组。还差一个。请问你们的队伍还缺人吗？我的天赋可以变成一只雨燕，大幅提升速度。李小雨害羞的看了一眼尚明，发现尚明也在看他，顿时害羞极了。你们的队伍输出已经很强了，我可以提供侦查能力。叶清河顿时明白了李小雨的小心思，于是贱兮兮的看着尚明。那个老叶，你怎么看呢？我们确实需要个侦查手，那就这么定了吧。那我去把队伍名单给秦老师，你俩商讨一下战术。10几分钟后，怎么样，明哥聊得如何啊？我们就聊了一下战术。不是老哥，你行不行啊？和妹子独处真聊战术。就在此时，赵钱又走了过来。我已经突破青铜级了，你们这些还在黑铁的废物，拿什么和我斗？你欠揍来了，我看他是狗改不了吃屎，来找屎吃。老子是狼人，不是狗，而且我可是已经青铜级了，你的小伎俩还能对我起人？为什么？我都高他1个级别了。叶清河，你给我等着，期末考试我要你好看，我一定会回来的。啧，好好的富二代公子哥，天天来招惹叶清河干什么？丢脸丢上瘾了吗？放学后，叶清河独自来到觉醒者市场，准备选用一把趁手的武器。他手里还有12万多，这是他大半年来跟着佣兵团攒下的积蓄。小哥，看看这个，擦那么高，只要8万。叶清河突然想到自己对手被控制的屎尿混流，这时候近身过去比。不要，这也太恶心了。老板，给我推荐远程攻击武器。是小叶啊。你怎么会在这摆摊呢？这是我们佣兵团的收支来源之一，大刀的魔晶，收获的各种物资武器都由我负责在这售卖。小叶，你第一次卖武器，姐姐给你打8折。原来如此，我的预算10万左右。试试这个魔能喷射器，青铜级武器哦，抽能后可以发射3次，威力相当于当前等级全力一击，原价150万，就收你10万好了。看在我们那么熟的情况下，对付被你特殊照顾过的魔族，效果绝对不错。交易完成后，叶清河又买了一些基础装备才离去。第二天，所有人被送到考试区域。全体注意，考试区域已经到达，请不要越过军方设置的警戒线。考核区域内已经做过安全处理，只有低级的魔族游荡，擅离安全区域者，后果自负。叶清河3人刚走进树林，就被赵钱带着小弟堵住了。嘿嘿，老子等你们很久了。赵钱，你脑子被门夹了，考核期间私斗是要被开除的。开除？这荒郊野岭的，谁看得见？赵老大，尚明交给我，这次我一定要他好看。有了赵老大花30万打造专防火焰的玄龟甲，这次尚明死定了。你爸知道你这么败家吗？另一边，刘飞已经和李小雨对上了。李小雨，哥哥陪你玩玩。变态。嘿嘿，我的天赋虽然只是 C 级腿力强化，但是论速度，班里没几个人能比得上我。这匕首也是赵老大重金采购的，上面淬了毒油，要是刮到你一下，我不介意亲自帮你吸出来哟。这次没有人护着你了，而我已经突破青铜级了，让我看看你的控使术有多厉害。顺流而下。你以为我这大半年掰练的，我早就适应了。什么？为了打败你，我每天吃饭都会加10斤泻药，现在这点感觉对我来说就是挠痒痒。卧槽，老子3观尽碎啊！这是什么魔鬼训练法？另一边，尚明的紫炎确实对王坤造成不了多少伤害。你以为你的护甲能全部覆盖身体吗？紫炎游龙。叶清河，给我站住！卧槽，你别过来啊，兄弟，至于吗？飞流直下3000尺。哈哈哈哈！来战！只要我不憋屎，你的控使术就对我无效。太臭了，我受不了了！你们打我撤了。老叶，交给你了，我去追小雨。赵钱，你赢了。什么？论意志力，我甘拜下风。再打下去，这片森林就要成化粪池了。给我站住！王坤、刘飞，给我追！奔波逃窜了10分钟，3人发现不仅没和赵钱拉开距离，反而越来越近。呜，你不要过来呀，太恶心了！卧槽，这疯狗都这样了还在追吗？不行，再这样下去，他体内屎都快拉完了，不能再耗下去了。老爷，你别想不开啊！这疯狗已经青铜级了，而且现在失了心智，只想和你玩命，我都很难对付他。谁说只有他青铜级了？小兔崽子，终于不跑了，拿命来！逆流而上。
顺流而下，逆流而上，顺流而下。此招可谓丧尽天良，灭绝人性，让呼之欲出的污秽之物感受到大肠的挽留，让经过消化系统重重磨难的五谷轮回之物回到最初的温暖的家里。拥有钢铁般意志的男人终究还是承受不住，轰然倒地。两个小弟慌忙过来抬起赵钱，你们等着，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哟，赵钱的两个小弟还有义气的，为什么这么说？哪有义气了？你要是浑身沾屎，我绝对不来救你走。滚蛋！被赵钱这么一耽搁，时间已经临近中午了，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只剩半天时间了。小雨，麻烦你帮忙侦查一下附近。这天赋真方便，喜欢人家就直说，胡说什么啊？我只是……小心，有魔族朝你们冲过去了。顺流而下。不行，以后和你配合还是用远程技能好了，太膈应了。但这也太方便了吧，这么轻松就解决了一只魔族。5分到手，走吧，再接再厉。直到太阳落山后，叶青和三人也才击杀5头魔族，总共获得25分。这样太慢了，按照这个速度，我们可能连前5都进不了。去这里，地形狭窄，适合埋伏。那里可能有近10只魔族，我们对付的了吗？别怕，小雨，咱们明哥可是 S 级天赋，距离青铜级也只有1步之遥了，他会保护好你的。走吧，试试我的新玩具。李小雨变作雨燕在前方侦查，很快飞回来报告好消息。前面有个小水潭，聚集了至少8只魔族，还有2只獠牙猪在被他们围剿。一波肥啊！我们还可以捡个漏，等这些魔族快要解决掉2只獠牙猪时，从背后偷袭。老规矩，你先强控他们，我再补刀。小雨，你负责接应。很快，三人躲在石头后面观察，前方30米处一只受伤的野猪正在被围攻。突然，野猪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令人毛骨悚然的变化随之发生。士兵级，这只獠牙猪进阶了，撤不撤？士兵级对应白银和黄金级，哪怕是仓卒之间晋级，境界不稳，也不是我们几个黑铁青铜能对付的。你看那边地面下好像还有空间。叶清河望着漆黑的坑洞若有所思，这让他联想到跟随佣兵团试炼时，那个魔族巢穴之下也有类似的地下通道。我去探查一下那个坑洞，你们俩在这藏着，或者躲远点，帮我盯着獠牙猪，不要被獠牙猪发现了。就在叶清河深入坑洞之后，獠牙猪目光转向了叶清河前面的地方。糟了，叶清河好像被发现了，如果被堵在洞内就惨了。尚明咬咬牙，战胜了心中的恐惧。蠢猪，你过来呀！怪物血红的眼睛终于从坑洞挪开，转向尚明这边，锁定2人，后腿一蹬，如炮弹般冲。散开！题太厚了，我就不信了，再来。尚明，畜生，给我去死！尚明眼前阵阵发黑，看了看不远处昏迷的李小雨，又看了看迈着沉重的步伐向他们走。紫炎地雷！就在2人如释重负时，獠牙猪竟然又挣扎着爬了起来。他拖着残躯，一点点向2人爬来，眼中燃烧着疯狂的杀意。还没死！尚明绝望的瘫倒在地，他的魔力已经枯竭了。卧槽，什么情况？叶清河急忙对着獠牙野猪使用魔能武器。突破了，飞流直下3000尺。紫炎炎拳！我去，这就是 S 级天赋紫炎的真正威力吗？这就是青铜级的力量吗？战斗结束，尚明双腿一软，突破后的灵力透支让他眼前一阵阵发黑。你怎么样？没事。小雨他，快去看看小雨。叶和清急忙跑去查看李小雨情况。他还活着，还不能休息。我们快回起始点，找人替小雨治疗。夕阳西沉，叶和清身上背着李小雨，搀扶着尚明走着，而先前被沼气炸破的地面下，深邃的地下通道若隐若现。说起来，你在地下发现了什么吗？下面没有魔族，但有很多魔族粪便残留，和之前我们遇到的很像。不过你们上面很快就遭受攻击了，我来不及探查更多。第2日，学校操场，今天是公布期末考试得分的日子。手还在抖，叶清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确实在微微颤抖。他握了握拳，试图控制住这种战后的生理反应。没事，就是有点脱力。我也是，士兵级獠牙猪比奴仆级魔族强太多了。但我们赢了，一只士兵级魔族，分数绝对碾压所有人。叶和清点点头，目光不自觉地扫向体育馆另一侧。赵钱和他的2个跟班向他们投来挑衅的目光。安静，期末实战考核已经结束。此考核不仅是对你们1学期学习成果的检验，更是为未来的高考做准备。现在公布各小组得分：赵钱、刘飞、王坤小组45分。体育馆内爆发出一阵惊叹声。45分在历年期末考核中都属于高分，历年考核中有40分就能位列第1了。哈哈哈！其他团队能拿到这个分吗？我们可是端了一个小型魔族聚集地，整整9只魔族。别理那个白痴。尚明、叶和清、李小雨小组125分，第1名。
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是系统出错了，他们怎么可能拿到125分？这比历史最高纪录还高2倍多。校长举起手示意安静，但议论声仍然持续不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叶和清三人身上。安静，积分手环由军方提供，用于统计战功，从未出现过错误。校长，我请求核查他们的成绩。125分意味着什么？我们3人机缘巧合下才击败了9只魔族，得到45分，他们凭什么？就凭他们击败了1只士兵级魔族。校长平静的话语如同一颗炸弹在体育馆内引爆。士兵级魔族那是对应着人类白银黄金级强者，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学生考核中。上明团队遭遇并成功击杀了1只士兵级獠牙猪。根据军方评分标准，1只最弱的士兵级魔族也有100分，加上5只奴仆级魔族，共计125分。叶和清能感觉到数百道目光如利箭般射向他们3人，这些目光中的怀疑逐渐转变为某种复杂的情绪，震惊、敬畏，甚至是一丝恐惧。这不可能，他们一定是作弊了，那可是士兵级，就凭那个控使的废物，怎么可能？赵钱同学，注意你的言辞。叶清河同学的天赋确实特殊，但天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运用得当与否。成绩公示结束，叶和清3人以毫无悬念的成绩碾压所有人，获得第一。我就知道我们能行，可惜了水潭里其他魔族不是我们击杀的，不然全加起来接近200分，赵钱脸色肯定比吃屎了还难看。3人笑作一团，连日来的压力和紧张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就在这时，班主任走了过来。尚明、叶和清、李小雨，跟我来一下，我们去校长办公室，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商量。刚进到校长办公室，3人便感受到3道怨毒的目光。赵钱3人组也在，感受着几人针锋相对的气氛。校长不怒反喜，哈哈哈哈，有竞争是好事，一个好对手甚至胜过一位好老师。不过接下来需要你们作为队友合作面对了。经过校方讨论，决定让你们6人代表梅城参加今年的蜀地高中新人联赛。蜀地高中新人联赛就是那个周边20多座城市联合举办的比赛。没错，赛制很简单，32支队伍，每队6人，采用淘汰制，比赛以团队赛模式进行，6人一起上场，战斗规则自由，依靠战术配合，最终以击败对方全部成员为胜。联赛在荣城举办，梅城今年仅有你们1支队伍参赛，历年来梅城队伍的实力都在中游位置，更何况你们今年比往年更强，我对你们很有信心。校长，我们去年不是第1轮就被淘汰了吗？校长神色略显尴尬，但很快恢复平静。今年不同，你们的实力比去年的队伍更强，尤其是上明突破青铜级后，我们有机会冲击前8。如果你们能进前8，学校会给予丰厚的奖励，包括高阶修炼资源、特殊武技秘籍，甚至如果你们能进入决赛，也就是获得第1名，大赛主办方会奖励进入云顶仙宫修炼7天的资格。云顶仙宫，云顶仙宫可是传说中的修炼圣地，位于峨眉山顶，据说里面的灵气浓度是外界的数10倍，一天顶得上1个月的苦修。众人全部目瞪口呆，畅想着自己在里面修行1日千里的模样。所以好好准备吧，比赛1个月后开始，比赛地点荣城，我希望你们能创造奇迹。修炼室内，叶清河盘坐在聚灵阵中央，周身萦绕着淡淡的黄棕色光晕，这是他控使术特有的灵力波动。自从校长宣布6人将代表梅城参加多城联赛后，学校便开放了最高规格的修炼资源，供他们提升实力。而此刻叶清河已经来到了青铜中阶，控使术的操控精度和范围都有了明显提升。尚明，你的境界稳定了吗？多亏了校长给的紫灵晶，我甚至觉得自己离青铜中阶也不远了。不远处，王吞一拳轰向另一块测试石碑。哈哈哈，我终于突破了。你这防御力估计能硬扛尚明的紫炎了。就在此时，赵钱从门外走进来，手里捏着一份资料。哼，尚明算什么东西？我搞到了这次参赛队伍的情报。你又特么想找事？那你们还看不看了？尚明也懒得和他计较，众人立刻围了上去。最强的队伍毫无疑问是荣城，他们的一队更是全员怪物。荣城一队队长萧云婷，双 S 级天赋，冥神，掌握雷霆的力量，传说能引动天雷，青铜中阶，有单挑斩杀士兵级魔族的战绩。副队长林吞吞 ，S 级天赋，饕餮，掌握魔族饕餮的力量，能将吃掉的物品全部化为魔力，青铜高阶，曾一人抵挡住3只士兵级魔族，并拖到队友支援。其余4人全部 S 级天赋，等级全员达到青铜级。这夸张的队伍名单让众人一阵心凉，声音戛然而止，整个修炼室里寂静无声。这种怪物真的能打赢吗？对面最弱的都顶得上我们这边最强的尚明吧？还有那个林吞吞，他吃什么长大的？觉醒到现在不过1年的时间，他怎么就青铜高阶了？管他什么双 S 级还是 S 级，既然参赛了，就别想着退缩。除了荣城一队，还有几个夺亚热门队伍。荣城2队队长楚天狂 S 级天赋，嗜血，化身为嗜血狂魔，成为强悍的战斗机器，但是会失去理智，敌友不分，无法和一队成员配合，所以才被安排在2队。虽然是2队，但他是本次参赛选手中唯一一个论个人实力能和萧云婷抗衡的选手。其余4人全部 A 级天赋，全员青铜出阶。荣城4队队长杨达拉 S 级天赋，能量压缩，将体内魔力极度压缩，然后失控爆炸，化身人形炸药，威力惊人，无人愿意和他一战。不过爆炸敌我不分，实力青铜出阶。我们真的能进8强吗？这几个队伍我们一个都对付不了。就在这时，校长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得意洋洋的笑容。大伙那么低落啊？没事，认识到差距是好事。不过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伙要不要听一听？众人都将视线转到校长身上，疑惑此时能有什么好消息。
你们第一轮的对手是花城队。花城队队长陈峰 A 级天赋，实力青铜出街，其余5人2个 A 级天赋，3个 B 级天赋，全员黑铁巅峰。第一轮是花城队，总不至于一轮游了。花城队这不就是送分题吗？我们这边4个青铜级对上黑铁，简直轻而易举，再加上某人。别高兴太早，就算赢了花城队，第2场可没有什么弱队让我们遇上了，直接遇到荣城的队伍都有可能。但是我们还有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你的控使术啊！叶青和嘴角抽搐，但心里却莫名燃起一丝斗志。好了，距离比赛还有2周，我要继续加练了。比赛前夕，众人乘坐高铁来到了荣城这个大城市，而花城队这边，队长陈峰显得异常兴奋。抽签结果出来了，我们对阵梅城队，真的就是去年一轮游的那个梅城。没错，他们今年虽然有个刚突破青铜级的，但整体实力应该还是和我们相当。我查过资料，他们有个叫叶清河的，天赋是控制排泄物。休息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这是什么奇葩天赋？比赛时他要干嘛？用屎砸人吗？好了，别轻敌，上明的紫妍还是很有威胁的，赵钱的狼人形态近战也很强，但他们配合肯定不行。我听说赵钱和那个叶清河有矛盾，团队战最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的策略是，刘岩你来拖住上明，我用疾风步牵制赵钱，其他人速战速决解决剩下4个，他们就崩了。尤其是那个控屎的，我可不想被那种恶心的东西碰到。花城队那么多年还有进入第2轮，但这次我们要创造奇迹，今天我们要让所有人记住我们的名字。与此同时，梅城队的休息室里，叶青和正盯着墙上挂着的对阵表发呆。紧张，现在就紧张了，后面对战更强的对手怎么办？我在想，花城队现在一定觉得抽到我们是好签。那当然，去年我们一轮游的战绩摆在那里，所以要不要给他们一个难以忘却的回忆？什么回忆？叶青和压低声音说了几句，上明的眼睛渐渐睁大，赵钱先是一愣，随即露出罕见的笑容。够阴险，我喜欢。这不太好吧？比赛又没规定不能用这招，我支持。叶青和一脸的坏笑，花城队不是觉得他们是软柿子吗？巧了，他们也觉得花城队是不可多得的软柿子。待会儿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我是叶清河，接下来我要用控使术在新人联赛上杀出一条死路。接下来是花城队对战梅城队，下面宣读比赛规则：6人队伍参赛，不得攻击投降者，一方无选手在场上者判负。下面我宣布，比赛开始。比赛刚一开始，叶清河就悄然施展天赋，花城队的陈峰突然僵在了原地。卧槽，什么情况？队长，你怎么了？不是我，请选手保持安静。花城队的各位，你们没事吧？要不要叫医护人员？陈峰现在整个人都在发抖，他正在经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场战斗，与生理本能的对抗。比赛。队长，别！他们怎么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等等，那个声音该不会是……裁判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快步走到花城队面前。你们还能比赛吗？我们能。哈哈哈哈！我的天啊，这是在表演喜剧吗？是你干的。我怎么了？我们裁判，我们弃权。什么？弃权？我们弃权。厕所，我要厕所。你的天赋越来越狠了，对手境界全部低于我，对上我的天赋根本毫无抵抗之力，干得漂亮！裁判一脸茫然地走回来，看了看梅城队，又看了看花城队消失的通道。由于花城队弃权，本场比赛梅城队胜出。观众席上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更多的是此起彼伏的笑声和议论声。这就赢了？花城队是被吓跑的吗？我好像看到他们裤子。叶青和他们正要离场 ，baby。众人回头看到楚天狂带着荣城2队站在通道口，歪门邪道，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真是给觉醒者丢脸。这是我的天赋，你比赛不打算用自己的天赋吗？你别理他，我们赢了就行。叶青河回头看了眼空荡荡的擂台，突然笑出了声。你们说花城队现在还好吗？众人想象着那个画面，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选手休息区，由于阳城2队全员伤势未愈，本场比赛梅城队自动晋级。这就8强了。阳城2队上一场拼得太狠了，听说他们的每位选手灵力都透支了，现在还在医院躺着。阳城2队上一轮对战的是南城队，打了整整2个小时，最后是靠两边辅助系队员用拳头对拼才险胜。拼拳头这么狠？南城队去年是8强，谁都不想第一轮就碰上强队，不过也好，保存实力。观众席上的嘘声渐渐变成了议论声，不少人对着梅城队指指点点，显然对他们这种躺赢的方式很不满。看什么看？有本事你们也抽到伤兵队啊！别管他们了，正好看看其他队伍的实力。接下来的比赛让整个场馆沸腾了起来。首先是荣城1队的比赛，他们的对手是去年16强的临城队，实力不容小觑。然而当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时，肖云婷和林吞吞竟然退到擂台边缘的休息区。什么情况？队长说这场他们不参与，我们4个就够了。那个女生的重力操纵到对手像陷在泥潭里一样寸步难行，另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双手一挥，无数金属碎片在空中组成各种武器。最夸张的是那个矮个子男生，他的声波震碎了半个擂台的防护罩。这也太夸张了，而且他们的队长和副队长还没出手。紧接着是荣城2队的比赛，与荣城1队截然相反。刚一上台，5名队友就退至赛场边缘，刘队长楚天狂一人在前方。
楚天狂 S 级嗜血天赋，据说一旦进入战斗状态，痛觉会完全消失，力量和速度翻倍。在表现结束，观众席鸦雀无声，直到裁判颤抖地宣布比赛结束，才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下一场是荣城4队的杨达拉，那个笑眯眯的家伙很厉害 ，S 级能量压缩天赋，据说能把灵力压缩到极致。比赛开始后，杨达拉独自走到擂台中央，5个队友无一人上台。只见杨达拉双手在胸前摆出一个奇怪的手势，他的对手显然知道这个，6个人立刻退到擂台边缘，各种防御技能全开。我らの芸術爆発だ！这算什么比赛？他的天赋是能把魔力进行压缩，直到被压缩到极其不稳定的状态，形成一个魔力炸弹。据说最大威力能炸平半个足球场。太可怕了！我们真的要和这些怪物比赛吗？请各队代表上前抽签，决定8强对阵。尚明作为队长走上前去，当尚明拿着签位回来时，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怎么样？我们打荣城4队，是那个自爆狂魔。叶清河看了看队友们苍白的脸色，却觉得这个抽签已经算好的了。一个荒谬的念头浮现在脑海，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鞭炮炸过牛粪？我是叶清河，今天我就要用控使术对战强大的敌人。梅城队对阵荣城4队，请双方选手准备。按照惯例，荣城4队只有队长杨达拉一人走上了擂台，但更令人震惊的是，梅城队这边也只走出了一个身影。什么情况？梅城队也打算单挑？等等，那是秦始皇叶清河，他手里怎么还拿着把伞？就你一个，足以。观众席瞬间炸开了锅，没人能理解梅城队的战术安排，让一个控使术使用者单独面对自爆狂魔，这不是找死吗？时间回到前一天晚上，梅城队的休息室内，杨达拉的自爆范围太大，我们根本躲不开，就算分散站位，爆炸冲击波也足以把我们全部震出场外。不知道我飞在天上能不能躲过他的爆炸？没用的，那家伙的自爆是范围伤害，擂台就那么大，天上一样会被波及。等等，杨达拉的自爆是不是需要先压缩灵力？对，他得花几秒钟把灵力压缩到临界点。那如果在他压缩到最关键的时候突然被打断呢？交给我就好了，你们相信我，明天让我一个人上场。比赛开始。杨达拉立刻双手合十，熟悉的起手式，他的身体开始发出微光，周围的空气因为灵力压缩而出现扭曲。叶清河没有动，只是优雅的将伞尖轻轻点地，没人注意到一丝棕色的灵力已经顺着地面悄然蔓延。飞流直下3000尺。杨达拉的表情瞬间凝固，他的肚子发出一阵雷霆般的咕噜声，压缩到一半的灵力突然紊乱起来。什么警官？顿时全场死一般的寂静。卧槽，这特么是什么战术？秦始皇，真正的秦始皇！裁判颤抖着举起手。比赛结束。由于杨达拉选手失去战斗能力，梅城队胜出。叶和清优雅的收伞转身离场。艺术应该是爆炸。不，艺术是炸牛粪。回到休息区，队友们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怪物。你早就计划好了，压缩灵力需要高度集中精神，而人在某些特殊时刻是很难集中注意力的。哈哈哈，天才，你真特喵是个天才。那个杨达拉他还好吗？而此刻擂台上，医护人员将杨达拉放在担架上。我的艺术被玷污了。8强战结束，晋级4强的队伍有荣城1队、荣城2队、阳城1队、梅城队，请各队代表上前抽签，决定4强对阵。还是老样子，尚明前去抽签回来。怎么样？我们打荣城2队，楚天狂。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我有个新点子。众人不约而同的后背发凉，他们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永远不要小看一个控使术使用者的想象力。下面出场的是梅城队对阵荣城2队。裁判的声音在赛场上空回荡，观众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梅城的小子们，我们可没有杨达拉那么好对付了。是啊，毕竟你们队没有自爆艺术家，只有个想试试随地大小便的狂战士。观众席上顿时响起一阵哄笑，楚天狂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比赛开始。楚天狂瞬间进入狂化状态，但他没有立刻停止，而是站在原地。有意思，看来他们改良了战术，让楚天狂保留了一丝理智。管他有没有理智，先干翻再说。该死，力量差太多了。飞流直下3000尺。卧槽，又来！这次是楚天狂中招了。楚天狂呆立在原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突然鼓起的裤裆，又抬头看了看四周观众惊恐的表情，最后一丝理智断。完全失去理智的狂战士彻底暴走，双眼血红，口水横流，像一头真正的野兽般开始无差别攻击。计划成功，小雨上。喂，大块头，你妈妈没教过你要注意个人卫生吗？来抓我呀，来呀！哦，对了，
你可能要先给你妈妈要条新裤子。完全疯狂的楚天狂根本敌我不分，追着李小雨就冲进了自家阵营。队长救命啊！楚哥是我们。转眼间，擂台上就只剩下疯狂的楚天狂和梅城6人。这玩意根本不带脑子，屎都不憋了，直接全场乱拉。我顶多让他有点蓄力，嗜血状态下他根本没有触觉。让我来。楚天狂，你个没用的废物，连屎都控制不住的垃圾！你爹当初就该把你冲进马桶里！你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猩猩！达尔文当年遇到你，都不用研究物种进化论了，妥妥的人类进化未完全的典范。活着浪费资源，死了浪费土地，半死不活，浪费祖国新鲜空气。这一连串粗鄙之语像炸弹般在赛场炸响，连裁判都惊呆了。效果立竿见影，楚天狂血红的眼睛立刻锁定了刘飞，发出一声震耳，像一辆失控的卡车般冲了过来。刘飞站在擂台边缘，嘴角露出一丝计谋得逞的微笑。出界了，楚天狂出界，比赛结束，梅城队胜出。整个场馆瞬间沸腾，观众席上无数人为梅城队呐喊：“我们赢了，赢了，进决赛了！”叶清河看着被抬回来的刘飞，竖起了大拇指，演技一流。刘飞嘴角还挂血迹，全身剧烈的疼痛让他已经说不出话来。无需多言，刘飞也竖起来大拇指，回应了叶和清，随后看向赵钱，露出灿烂的笑容。医疗室里，刘飞躺在病床上，就他的伤势来看，明天的决赛显然无法参加了。你没必要那么拼的，我们一起出手，迟早能耗死那个光有力气没脑子的白痴。但那样你们要损失太多魔力了，指不定还要带伤，这样明天的决赛你们就没法全胜参加了。我不一样 ，C 级天赋，非铁骑，想必我是这次比赛中最弱的一个选手了。我能来到这里，完全是托了老大你的福。其实从小到大，我一直在承蒙你的照顾。我的家庭本不富裕，甚至说得上是贫穷。是老大你给了我父母一份工作，并且一直带着我们，视我们为兄弟。尽管老大你风评不好，但你本性不坏，对我们的好也是真的。我和王坤虽然不说，但都一直记得你的恩情。但是我也不想一直当混子，混子也有希望证明自己的一天。我亏欠你的太多了，用命都还不完。我也想为老大你做点什么，但是我太弱了，我能做的也只有那么多了。相顾无言，听着小弟的真情流露，赵钱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谢谢你，老大。尽说些煽情的话。我是老大，应该我保护你们，下次别逞英雄了。下午，决赛的钟声响彻整个中央竞技场。我是叶清河，今天我就要用共识术夺冠。大家好，这里是新人联赛总决赛现场，下面是荣城一队决战梅城队，比赛开始。李小雨瞬间化身雨燕飞向高空，5倍重力，气流斩，反转重力。小妹妹，别挣扎了，你是伤不到我的。10倍重力。李小雨失去战斗能力，出局。另一边战场，岩石装甲全复式，金属风暴。你这岩石是纸糊的吗？中看不中用啊！坚持攻击，没用的金属圆盾。王坤失去战斗能力，出局。而赵钱这边，对手让他有种无力感。高频音波，狼人不过如此，共振。又一道危险的音波在空中形成可见的波纹，与先前未散去的音波接触的刹那，空间仿佛都在激荡。上明的对手叫周烨 ，S 级天赋冰晶。紫妍龙腾，冰晶之墙。紫妍游龙，紫妍岩泉。黑洞，味道不错。上明体内的魔力已经开始渐浓，看着自己处心积虑的攻击被林吞吞轻易化解，脸上也不由得露出绝望的神色。上明继续攻击，可是相信我。上明一咬牙，再次催动体内所剩不多的灵力，双掌推出数颗紫炎弹。林吞吞嘿嘿一笑，再次张开那张飞流直下3000尺。周烨突然身体一僵，脸色变得极为古怪。林吞吞瞪大眼睛，喉咙下意识地滚动一下，将那团东西咽了下去。下一秒，他的脸色由红转青，由青转白，捂着肚子弯下腰来。这什么鬼东西？逆流而上。林吞吞突然剧烈抽搐起来，感觉体内一阵翻江倒海，大嘴不受控制的张开，祸从口出。趴下。一瞬间，各种五谷轮回之物混合起来，让空中暴雨。而正欲对赵钱补刀的方小迪，直接被污秽物来了一道全身死踏，看着满身的污秽，方小迪惊一声尖叫之后晕倒在地。林吞吞满身难以言喻之物，跪在地上不停干呕。周烨、苏瑶、陈瑞出界，方小迪失去战斗能力，出局。观众席上瞬间沸腾起来。卧槽，发生了什么？哈哈哈哈！林吞吞这是吃坏肚子了。秦始皇，你是我的神。林吞吞看向后方的萧云婷，老大，行了，你也下去吧，就让我来活动活动筋骨吧。决赛擂台上弥漫着诡异的寂静，林吞吞被医护人员抬走后，整个荣城一队只剩下萧云婷一人。你们做的不错，但到此为止了。
叶清河感觉喉咙发紧，即使隔着半个擂台，他也能感受到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压迫感，那是属于 SS 级天赋者的绝对威压。在远古时代，雷霆被视作神明降下的惩罚，而掌握这种力量的我，无疑就是神明。壮哥，逼逼赖赖的，紫炎弹，瞬雷。他人呢？他在天上。凡火怎么伤得到天雷？凡夫俗子竟敢打断神谕，违法。上明，不敬神明，略施惩戒。顺流而下。这招挺恶心的，不过命中不了便无碍，对我没用。叶和清冷汗直流，他的控使术需要锁定目标，但面对这种速度，根本命中不了。锁定不了，那就群攻，自由飞翔。我们的攻击连他的一角都碰不到。我说过，凡夫俗子怎妄想逆发天神？这种恶心的招式也到此为止了，我不想再在如此污秽之处与你们纠缠了，该结束了。赵钱，我操，这个狼人躺在台上的吗？我以为他早就被淘汰了呢。好像是没听见裁判宣布他出局。灵吞吞的石火混合物爆炸时，这个狼人正好被方小迪打趴在地，躲过一劫，然后就一直在粪坑里没出来了。老子埋伏了10分钟了，终于蹲到你了。萧云婷的表情瞬间崩塌，这位 SS 级天才，自诩天神的强者，此刻脸上露出了人类最原始的恐惧，对污秽的本能厌恶。放开！上明，叶清河，快啊！观众席上一片哗然，没人想到这场巅峰对决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转折，更没人想到关键先生会是早已被遗忘的赵钱。老叶，紫炎，九龙神拳，顺流而下。萧云婷身体猛地一僵，腹部传来不妙的咕噜声，逆流而上。萧云婷英俊的脸庞开始扭曲，双腿不自觉地夹紧，飞流直下3000尺，最后祸从口出。萧云婷突然弯下腰，发出一声不似人类的哀鸣，她的肠道内翻江倒海，时上时下。就算是真的神明，那不也得拉屎？叶清河站在粪山上，如同始皇帝俯瞰他的江山。萧云婷选手离场，胜者梅城队。他们这是梅城舰队以来第一次获得大赛第一，他们创造了历史。赵钱，你特喵，真是个天才！医疗队，快，他需要。别碰我，老子不需要你们可怜，被你折磨了那么久，老子对屎早就有抗性了。区在粪堆埋伏10分钟，不足挂齿。你这不是挂齿了吗？说真的，我以后再也不嘲笑赵钱了。下午颁奖台上，季军阳城一队，季军奖励队长莫千朝获得云顶仙宫7日修炼资格，全队每人10颗士兵级魔晶。亚军荣城一队，奖励正队长萧云婷、副队长林吞吞获得云顶仙宫7日修炼资格，全队每人10颗士兵级魔晶和一件青铜级武器。冠军梅城队，奖励全队获得云顶仙宫7日修炼资格，每人10颗士兵级魔晶和一件白银级武器。不愧是白银级武器，不仅能存储大量魔力，还有加速施法的效果。下次遇见萧云婷，也不怕技能都命中不了他了。现在有请云顶仙宫特使为冠军队伍颁发令牌。这便是云顶仙宫的接引使者。此乃仙宫令，持此令者可入仙宫修炼7日，仙宫1日可抵凡尘1月，7日后辰时，仙宫门户自开。小有的天赋倒是别开生面。恭喜，无论我是否轻敌，获得冠军都是你们的本事。叶和清正要回应，却见萧云婷指尖突然跃起一道细小的雷光。不过下次我会全力以赴，你不会再有施展那些特殊手段的机会了。给你提个醒，明年年初有一个集中营，那可不是西南的小打小闹了，全国的怪物们都会参加。一次次的表现也算是获得了集中营的入场券，届时我会与你再战一次。走吧，我们也该为仙宫之行做准备了。天不生我叶清河，世道万古无常业，杀呀！接上集，今天正是云顶仙宫开启的日子，获得资格的有梅城6人、荣城2人，以及阳城的队长莫千愁，由接引使者安排众人乘坐仙鹤直达天宫。仙宫秘境分9重，1重更比1重难，1至3重天想必难不倒诸位，4至6重天便各凭实力了，7重天以上更是难于上青天。只有1名仙宫弟子登上过7重天，而大赛成员最高也止步于6重天。本次开启共12个名额，除了比赛奖励的9人外，还有我仙宫弟子3人，每人可在仙宫秘境停留7日，3重天修炼1日抵1周，6重天修炼1日抵1日。若有人能登上9重天，那便真的是天上一天，人间一年。我要登9重天，量力而行。现在诸位请看，每重天之间设有天门，需施展天赋获得仙宫意识认可，方能前往下一重天。现在就请联赛冠军队伍先入内吧。我先来吧。
控使术。灵力触及玉门的瞬间，门上的云纹突然凝固，1秒、2秒，门户纹丝不动。我当是什么惊世天赋，原来真是传闻中的污秽之术。这等上不得台面的把戏，也配扣我仙宫天门？就在此刻，异变陡生，整座门户由晶莹剔透渐渐转为厚重的土黄色，散发出浓郁的大地气息。门户缓缓开启，一股精纯至极的灵力如潮水般涌出。叶清河只觉浑身毛孔舒张，体内控使术灵力竟自主运转起来，在体表形成一层晶莹的琥珀色光膜。不可能，仙宫怎会认可这等污秽？许是仙宫意识沉睡太久，反应略显迟缓。叶小友，请入内吧。接下来，尚明上前展示紫炎天赋，门户瞬间化作土地，萧云腾的雷劫剑一出，整道门扉化为雷霆交织的电网。天赋无分贵贱，仙宫认可的是道心。这里的灵力浓度至少是外界的2倍，不止，越往上灵力越浓。突然，身旁一声雷鸣，萧云腾的身影早已化作一道雷光，迅速消失在天际。我们几个还是一起走吧，有个照应。可以，直到有人无法前往下一重天后，那人留在原地修炼，其余人继续向前。那个，我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小老大自己跑了，我能跟你们走一段吗？行吧，不过等到了各自要修炼的地方后，你就离远点吧，不然以你饕餮的本事，魔力全都被你吃完了，我们根本吸收不到。感谢各位。1个时辰后，2重天的门户出现在视野中。运气还算不错，一路上都没有遇见仙宫饲养的妖兽拦路，不然打又打不得，只能绕路。不愧是仙宫秘境啊，只是在里面赶路，都感觉修为在自动提升。谁先上？这次还是我先试试吧。叶清河上前，再次施展控使术。棕褐色灵力触及门扉时，世界好像按下了暂停键。就在气氛尴尬之际，大门渐渐染上土褐色，随着轰隆隆的声音响起，大门缓缓开启。虽然不明所以，叶清河还是一脸黑线的踏进了下一重天。你们开门时也这样吗？要等半天？我一碰门就开了啊！就你最特殊，仙宫之灵碰上你都反应迟钝了。继续往上吧，真正的机缘还在上面呢。仙宫秘境之外，一声古怪的钟鸣，这声音既像钟响，又似某种不可名状的排气声，声音悠长，气势不俗。今天钟声怎么那么频繁？这钟声怎么有点像在放屁？哈哈哈哈！怎么可能？指定是敲钟的人敲歪了，让声音有些怪异吧？也许是吧。而此刻，一个小人从参天金佛体内钻出，小人乃是巨佛化身，于仙宫秘境内观察众人天赋，判断其仙缘是否合格，予以开门。是哪个小兔崽子的天赋？刚刚没看清，是因为在我体内施展控使术的原因吗？老夫何等修为，怎么能被影响到？而且老夫不是器灵吗？怎么会能有人类的这种感受？不行，这要是真被阴了，老夫也没脸坐守这仙宫了。我别。此刻第7重天门处，万剑来朝。这不可能！张亮，你挺路的。哼，什么人居然敢偷袭我？萧云亭那个怪物，居然真让他闯进去了！他竟然敢无视我，可恶！话音刚落，叶和清3人沿着道路走来。哟，这不是仙宫3位高徒吗？怎么坐在这儿乘凉呢？你们这些下等人！下等什么下等？你们高贵，仙宫高徒，你们是上等人。那请问3位上等人，怎么和我们这些下等货色一样卡在6重天啊？我们只是暂时。哎呀，怎么又暂时上了？再给你们2天，你们也打不开这扇门，装的跟258万似的，结果连个门都打不开。仙宫这环境，养个猪都能成精了，你们就这水平，还好意思说别人？粗鄙！那粗鄙了，话都扯不明白，还在那叽叽喳喳。我话里带一个脏字了吗？某些人不要无能狂怒哟。顾长礼已经涨红了脸，从小娇生惯养的他哪受过什么委屈？现在跪地道歉，我还能原谅你的无知。别和这些人一般见识了，你去试试开门吧。行，给我兄弟一个面子，今天就不和你计较了。万兵齐发，饕餮盛宴。仙宫人就是好，给了仙宫秘境这个大餐，还不忘送点饭后甜点。把飞剑还给我，吃下去哪有吐出来的道理？要不你等我拉出来。你给我等着。尚明走向第7重天门，抬手准备施展天赋。省省吧，7重天需要堪比 SS 级的天赋，连我都无法撼动分毫，就你们这群污秽的下等人也配打开？果然上不得台面。你们不是一样吗？半斤八两也叫起来了。他们不是说我们粗鄙吗？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不是君子，那就逆流而上。一股难以形容的翻涌感从腹部直冲喉咙，他死死捂住嘴。使者说过，不得破坏秘境1分1毫。要是知道有人想把排泄物弄在这里，3人终于崩溃地约会了腰间的仙宫令。远处一只小人正注视着一切。这小子的天赋还真有点意思。不过现在仙宫的小年轻也真是实力不咋样，人品还不行。仙宫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准备好了吗？就剩你没尝试了。叶和清点点头，刚要抬手施展控使术，没想到大门竟然自动打开了。这门自己开了。
哈哈哈！可惜顾长林那3个孙子跑得快，不然真想看看他们现在的表情。看来仙宫一是很欣赏你啊，快上去吧，别让萧云亭等急了。叶和清深吸一口气，独自踏上通道。踏入7重天的瞬间，50倍于外界的灵力浓度形成实质般的重压，空气粘稠的如同水泥，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岩浆。他的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每一步落下，狂暴的魔力都会顺着脚底窜上，转化为精纯的。原来如此，以巨大的压力淬体。前方的萧云亭突然回头，他显然没料到会有人能追上来，更没想到这个人会是叶清河。两人你追我赶，终于来到8重门处。雷鸣九霄。为什么？明明已经打开一丝缝了。落后于萧云亭的叶清河也终于来到了天门前，只是伸出手指，天门就像受惊的蚌壳一样猛地张开。这合法吗？好，不愧是你叶清河，真有意思，不愧是能打败我的人。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信吗？你要再试试吗？不必，第8重天是你的了，我会在这里突破到更强的境界。我也要继续向前了。这就受不了了。你是仙宫之灵？不错，也是外面那尊大佛的化身。准确说，整个仙宫秘境都在大佛体内。那我之前用天赋开门的时候，你还有脸提？那些天门相当于我的身体部位，你那污秽天赋在大佛体内施展，害得老夫差点。所以那些天门才会自己打开，是怕被我的天赋影响到排泄功能。住口！老夫明明是器灵，按理说根本不需要排泄，也不知道你小子的天赋到底是怎么回事。9重天，老夫已经帮你打开，9重天1日，人间1年。你若撑不住，就捏碎仙宫令。1个月后，叶清河获得天宫传承后被传送出来。其他人呢？尚明他们7日之期一到就全出来了。你那几个伙伴等了你整整1周。那个冒紫火的小子天天跟仙宫守卫吵架，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3个不长眼的仙宫弟子还嘲讽你。现在的仙宫弟子真是不成器。萧云亭倒是为你说话，他与你的几位队友解释你上8重天，也许有其他机遇，还出手教训了那几个幸灾乐祸的仙宫弟子。还是萧云亭说，若你真死在8重天，尸骨也会被仙宫令传送出来。你的队友们才稍微平静了些。现在怎么办？先离开这里，我会派一仙鹤送你回去。记住，若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展露你身上的传承，若被魔族发现，必会万劫不复。梅城中学操场上，又是1年觉醒仪式。叶清河的妹妹叶青鸾站在等候区。这位学妹看着面生啊，我是高3的赵钱 ，A 级狼人天赋，学妹怎么称呼？盛开。别这么冷淡嘛，看你这样子是来参加觉醒仪式的，要不要学长给你传授点经验？比如觉醒时衣服可能会炸裂什么的。无聊。小妹妹考虑的怎么样啊？跟我约会，保证让你在梅城横着走。天不生我叶清河，世道万古无常业，杀！接上集，叶清河从云顶仙宫回到了学校。陈校长，我回来了。叶清河，仙宫那边说你出意外了。说来话长，我登上了9重天。叶清河给校长讲述了一遍登9重天的事。9重天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导致多耽搁了1个月。说起来，今天是你妹妹的觉醒日，她正在操场上呢。叶清河脸色大变，转身就往外冲。操场上，觉醒仪式正进行。下一位，叶青鸾。妹妹加油啊！觉醒个 A 级天赋，哥哥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叶青鸾将手放在觉醒石上。这是 SS 级天赋，生命微雨。不愧是本少爷看上的女人。离我妹妹远点！哪个不长眼的？叶清河，你没死？叶清河没理他，目光落在台上的妹妹身上。1个月不见，叶青鸾似乎长高了些。哟，原来是你妹妹啊！大舅哥，咱们谁是你大舅哥？顺流而下。你等着！等着什么？飞流直下3000尺。我一定会回来的。你还知道回来啊？青鸾，我1个月连个消息都没有。校长说你参加什么特训了，我还以为你……那个叶同学，请先完成觉醒仪式。叶青鸾这才想起自己还在台上，急忙重新把手放在觉醒石上。SS 级天赋生命微雨，能够感知并操控微观世界的生命、细菌、真菌、病毒。操场上人声鼎沸，所有人都在讨论着这位 SS 级天赋的天才少女。要知道 S 级天赋的上名在梅城都难得一见了。在仙宫之行后，梅城小队6人都有了长足进步。叶青河收获天宫传承，并突破至白银级，尚明也完成了魔力化海，进阶白银。此外，赵钱、李小雨突破至青铜高阶，王坤、刘飞突破至青铜中阶。可以说，参加仙宫秘境每个人都有了质的飞跃。青铜高阶的灵力波动让赵钱格外自信。叶清河，老子要挑战你！老大是不是疯了？听说他准备了秘密武器。赵钱，你吃错药了。少废话，这次我一定要一雪前耻。幼稚。赌什么？输的人要当众学狗叫。如果你输了，就不准阻止我追求你妹妹。场上顿时一片哗然。要不要阻止他们？别急，赵钱这么自信，肯定有备而来。不赌。怎么，秦始皇也会害怕？我不拿我妹妹做赌注，那就只学狗叫。
行，对决正式开始，顺流而下。没用。什么？你不知道我付出了什么？没想到吧？老子赛前吃了整整15斤泻药，现在肚子里比脸还干净。老大这也太拼了，不愧是老大。多不可信啊！怎么样？老子连屎都没有了，这下你的控使术没辙了吧？赵钱啊赵钱，如果是仙宫之行前的我，遇到你这招还真没办法。但现在的我已经突破白银级了，无中生有，顺流而下。不可能，我明明。普通的控使术只能操控已有的存货，而无中生有吗？叶清河，你给我等着！去哪啊？不是说要学狗叫吗？虽然你本来就是狗人。老子是狼人！老子先去换裤子。训练场上的笑声持续了整整10分钟。不得不说，赵钱真的是有大毅力的人，我这一辈子都想不到吃15斤泻药排空身体这种办法。校长办公室内，之前你走得太急了，我都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全国天才集训营，你应该早有耳闻了，约有300个名额，从全国筛选，能入选的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我们梅城只有你一人入选。叶清河打开看了看上面的名单：萧云亭、林吞吞、莫千愁、楚天狂、轩辕破，老熟人都在啊，这下热闹了。轩辕破这个京都的天才很强吗？3级天赋法天象地，如今就达到白银高阶。据说他在京都已经是本界无敌的存在，京都的各个天才在他面前甚至生不起挑战之心。哪怕在这个集训营里，也只有萧云亭能与他一分高下。或许还要加个你。什么时候出发？1周后，地点在魔都，集训1个月，3天后会有军方成员专门接你去魔都。叶和清深吸一口气，这次集训远不只是热闹那么简单。轩辕破的关注，萧云亭的再战之约，天才云集之地，集训营里等待他的将是真正的狂风暴雨。京都轩辕家，终于有机会和你交手了。这一届除我之外，唯一的 SS 级萧云亭，叶清河能打败萧云亭的控使术天赋，有意思。少爷，要派人调查吗？不必，我要亲自会会这位秦始皇。梅城中学校门，叶清河、叶青鸾和尚明并排坐在学校大门前，谁都没有先开口。你不准在集训营里受伤。1个月，等你回来时，我一定会变得更强。叶清河看着2个最重要的人，胸口涌起一股暖流。就在此时，一辆军方的大巴已经抵达了校门口。你就是叶清河吧？我们奉命接你参加集训营。是我，明哥，我不在的期间，帮我照顾好青鸾。好，对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叶大舅哥，我也可以帮忙照顾妹妹的。赵钱，你滚啊！尤其是要防着你。顺流而下，你还好吗？由官方大巴接送全国各地天才前往训练集中营。到达目的地后，叶清河简单感受了一下，发现这些人里等级最低的也达到了白银初阶。很明显，众人都各有机缘或背景深厚，而现场人数更是达到了300人。一个军官模样的女子拿着名单不断勾画，还差最后一个人，轩辕破。这是谁的飞机？这里可是军事基地，他们怎么能在这的领空飞行？那是轩辕家的飞机，他们有权利在国内任何领空飞行。听说轩辕破离黄金级只有1步之遥了。怎么可能？大家都是同龄人，他怎么修炼那么快？人家可是轩辕家传人 SS 级天赋，这次集训怕是要变成他的个人秀了。萧云亭，久仰。轩辕破，肃静，这里是魔都边域军事基地，不是你们耍少爷威风的地方。谨遵教诲，教官大人。我是魔都第3特战旅少将，代号空灵，也是你们这次集训的总教官。300多人，太多了。我这里不是托儿所，只收精英中的精英。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数百枚银色徽章从虚空中浮现，落入每个人手中。第一道考核很简单，24小时内带着2枚徽章到达山顶基地，当然可以更多，我不介意你们淘汰掉更多人。集训营的资源是有限的，你淘汰1人就多1份资源。记住，这里不是学校，考核过程中允许伤残甚至致干，我们有规定的干网指标，不超过指标都无所谓。人群中传来此起彼伏的吸气声，唯独轩辕破反而露出了兴奋的表情。很好，考核开始。随机传送空间方面的异能吗？不愧是空灵少将。叶清河看了下地图，决定先往山顶方向前进。然而这位从未独自出过远门的年轻人并不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路痴。左转，然后直走，再右转。没过多久，叶清河就发现自己似乎偏离了正确路线，周围的树木看起来越来越陌生。奇怪，刚才好像走过这里。与此同时，在密林的另一侧，轩辕破正大步流星地穿行于树木之间。掠夺徽章，这才有意思。突然，他敏锐地感知到不远处有人经过，于是毫不犹豫地向对方奔去，开始了他的掠夺之旅。而在密林的另一处，萧云亭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山顶方向移动。直接登顶，反正终点是山顶，我就挡在终点前，谁来抢谁。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萧云亭才赶路没多久，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叶清河，既然先遇见你了，就再和我一战吧。萧云亭，这么巧？上次是我轻敌了，这次我要让你见识真正的实质。顺流而下，
你还好吗？你能跟上我的速度？我已经白银级了，加上上次获得的白银装备，施法速度肯定跟上了呀。我不会认输的。那个，你可能需要这个，附近应该是没有厕所，你随便在附近找个地方解决一下，应该没人看得见。萧云婷瞪着那包纸巾，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他何时受过这种憋屈？叶清河，这次算你赢了。另一处，轩辕破已经掠夺了10多枚徽章，不堪一击，这群废物连让我使用天赋的资格都没有。作为轩辕家少主，他不仅拥有 SS 级天赋法天象地，更配备了一身黄金级装备，每一件都价值连城。突然，轩辕破敏锐地察觉到不远处有动静。哦，这是叶清河击败了萧云婷的家伙。轩辕破，正是。看来你也听说过我，不错，省得自我介绍了。有什么事吗？我对你很感兴趣，听说你击败了萧云婷，我很好奇你区区控使术的天赋是怎么做到的。不过无所谓了，我这一身 SS 级装备，就算站着让你打，你也破不了防。顺流而下。什么？你对我做了什么？叶清河没有回答，而是警惕地后退几步，准备应对可能的反击。区区这种小伎俩，法天象地！现在让你见识下真正的力，飞流直下3000尺。动，连法象也！轩辕破整个人瘫软在地，双目无神地望着天空，仿佛灵魂已经出窍。他的裤子后面散发着难以描述的气味。那个，你还好吗？轩辕破没有回答，只是呆滞地看着天空，似乎已经放弃了思考。听着，我不要你的徽章，我只想找个人带路去山顶，你能帮忙吗？听到这个要求，轩辕破麻木地点了点头。先换上这条裤子吧，我在那边等你。半小时后，两人一前一后走在通往山顶的小路上。谢谢你的带路，关于刚才的事，我很抱歉。答应我一件事。什么？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今天发生了什么。我保证。等叶清河踏上山顶平台时，总教官空灵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这俩人怎么凑到一块的？叶清河交出2枚徽章，顺利通过了第一关考核。轩辕破则默默交出了他那装满徽章的布袋，然后迅速找了个最远的角落坐下。空灵数了数轩辕破的徽章，25枚，创下了这些年来的掠夺记录啊！轩辕破。当萧云婷看到叶清河和轩辕破一起出现时，他瞬间明白了一切。午夜时分，干什么？是不是和叶清河对战了？我没有，你别乱说。我懂。你懂是吧？我什么都没发生。萧云婷突然上前一步，凑到轩辕破身边。你也被叶清河那个是不是？轩辕破的身体先是僵硬，随后慢慢软化，终于他放弃了伪装，沉重地点了点头。他怎么敢连我的法相都……我知道，其实我也没能幸免。月光下，2位 SS 级天才分享着那份难以启齿的耻辱和痛苦，抱头痛哭起来。我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法相居然都拉了。我滑跪了，我居然一边憋屎一边滑跪到他面前。就这样，在皎洁的月光见证下，2位平日里高傲自负的天才抱头痛哭，宣泄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创伤。你还要再和他一战吗？我没有，你别乱说。2人默默下定决心，这辈子绝对不要再和叶清河战斗了。我们回去吧，明天还有考核。在他们谈话处不远的一棵树上，一道微不可察的空间之门一直开启着。空间之门的另一端，总教官空灵满脸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起来还是叶清河干的。叶清河那小子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有意思，看来这次集训会比想象中更有趣呢。第2日一早，考核时间到，未完成者已被送回山脚下。你们109人通过了第1关考核，接下来欢迎来到真正的集训基地。根据你们过往的经历和第1关考核的表现，现在将你们划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甲等9人，乙等18人，丙等32人，丁等50人。每天会按等级发放修炼资源，宿舍的魔力浓度也不同，甲等最高，丁等最低。人群中立刻响起窃窃私语，资源分配差异意味着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当然，等级并非一成不变，明天我会告诉你们提升等级的方法。现在公布名单。首先显示的是丁等50人名单，其他等级名单也随后公布。楚天狂与莫千愁分到了丙等，最后是万众瞩目的甲等9人。纸上飞，果然是他。柳默然也在意料之中，还有京都的欧阳青、魔都的白鹿、苏城的苏木西、古城的冷少峰，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佬。轩辕破和萧云婷都进了，不愧是 SS 级天才。甲等果然都是些赫赫有名的大佬啊！等下，这个名字是叶清河，那是谁？没听说过这号人物啊！不可能吧？他什么天赋来的？聆听着凡人吹捧的萧云婷突然嘴角抽搐，轩辕家少主轩辕破莫名打了个冷战，2人交换了一个眼神，似乎在无声地达成某种共识，远离叶清河。安静，名单已定，现在按等级领取宿舍卡和今日资源。
解散。你就是叶清河，甲等宿舍，这是你的身份卡和今日资源包。叶清河盗窃接过，发现资源包里有5块士兵级魔晶和1瓶散发着浓郁魔力的药剂，可以加快魔力的吸收。这些东西在市面上都价值不菲。正当他准备离开时，一道身影挡住了去路。史尚飞，甲等的天才。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进甲等的，但这里不是靠运气就能待下去的地方。我也很意外，但既然教官这么评定，自然有他的道理。你要是有什么不服气的，可以找空灵理论。先做安排，别自作主张。好，叶清河，你等着。启然爬应了家伙，这家伙是什么人？这家伙是史尚飞 ，SD 天赋召唤之门。他们家族不少人在华夏身居高位，他也是从小娇生惯养，是个眼高于顶的家伙。自己没什么本事，但听说他爷爷给他找了只飞龙当召唤兽，这才挤进甲等。走了，他们家都是些护短的东西，也就是打了小的来老的，这种二世祖能避就避开了。回到宿舍后，叶清河便打坐修炼，直至次日清晨，一举突破到了白银中阶。10倍魔力浓度果然不同凡响，虽然不及仙宫，但也十分不错了。当集合广播响起时，中央广场已经聚集了所有学员。看来各位已经体验了一天不同等级的待遇，甲等的资源，想必让不少人眼红吧。现在公布等级规则：等级挑战赛，低等级可向高等级发起挑战，胜者互换等级。每周只会举办1次挑战赛，且1次挑战赛中每人只有1次挑战资格，且合理选择对手。当然，为了防止一个人被连续车轮战，每个人最多被挑战3次。今天是挑战赛第1天，想必很多人对自己的等级不满意，所以今天唯一的任务就是等级挑战赛。话音刚落，场面瞬间爆炸，几乎大部分人都看向叶清河这只待宰的羔羊。超前剧情第13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提前观看的宝子们可以冲了。史横遍野，顺流而下，逆流而上，飞流直下3000尺。我要挑战叶清河。我先说的，我也要挑战叶清河。丙级也有资格挑战吧？我挑战叶清河。看来叶清河同学很受欢迎啊！按照规则，每人每周只能被挑战3次，所以教官让他们一起上吧。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我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狂妄！什么玩意也敢大放厥词？我今天非要教训你不可。有意思，你确定要同时接受这么多挑战？省时间。好，有胆量，我喜欢。那就允许群体挑战，一方全部失去战斗力或认输即结束。很快，38名挑战者气势汹汹地跳上擂台。开始。史横遍野，顺流而下，逆流而上，飞流直下3000尺。我的肚子不行，忍不住了。认输吗？认输，认输！快停下，我认输。台下的观众全都傻眼了，他们只看到叶清河一挥手，30多名挑战者就同时失去了战斗力，而且是以如此尴尬的方式。萧云婷和轩辕破也不约而同地夹紧了双腿，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又浮现在脑海。我宣布，叶清河胜。所有挑战者，医疗室在左侧，洗手间在右侧，请自行选择。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这一天的挑战赛，再没有其他人敢轻易发起挑战。所有人都记住了一个真理：命运 SS 级，不碰叶清河。还有人要进行等级挑战吗？教官，擂台这个样子，还怎么比赛呀？空间之门。学员们发出惊叹，连叶清河都瞪大了眼睛。这种大范围精准传送的能力，不愧是集训营总教官。教官，你这招真好使，我愿称你为净坛使者。空灵教官满脸黑线，他恶狠狠地盯着叶清河。如果眼神能杀人，叶清河此刻已经灰飞烟灭。那个，我是说传送能力很厉害。比赛继续，各位可以开始挑战了。这家伙居然敢调侃教官，不愧是外号秦始皇的男人，连给别人起外号都起得这么贴切。叶哥，我劝你接下来1个月别单独行动。叶清河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话，不由得缩了缩脖子。我要挑战轩辕破。勇气可嘉，但勇气不代表实力。比赛开始。如果你也到了白银高阶，兴许能对我造成一点麻烦，但现在你连让我认真的资格都没有。楚天狂死咬牙，眼中满是不甘。我认输。台下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甲级的实力，这就是 SS 级天赋的碾压。而更可怕的是，轩辕破甚至还没用天赋。直到傍晚时分，所有向上挑战赛均未成功。机遇的等级挑战赛到此结束。当然，今天没有挑战成功也不要灰心。经过1周训练过后，你们会脱胎换骨的。1周后的挑战赛才是你们检验成果的时候。翌日清晨，所有学员被封印天赋，并且卸下所有装备后进入重力式训练。这是5倍重力，初始5倍，之后会逐渐递增。记住，你们现在没有天赋，没有装备，甚至连魔力都被压制。在这里，你们能依靠的只有你们的肉体力量。所有人的身体猛地一沉，仿佛有千斤巨石压在了肩膀上。萧云婷单膝跪地，手臂上的肌肉因过度用力而颤抖。该死！如果能施展天赋，这点压力我视若无物。轩辕破是全场唯一一个没有弯腰的人，他站在原地，呼吸平稳，目光沉静，仿佛5倍重力对他而言只是微风拂面。轩辕家的血脉果然恐怖。
区区5倍重力还远远不够。空灵默默给轩辕破点了个赞，然后将他周围重力提升到6倍。我不行了，早知道平时少吃点。还行，可以接受。仙宫的机缘比我想象的还要有用。叶清河，你的重力调整为10倍。突然一股更恐怖的压力骤然降临。我知道你扛得住。他绝对是在故意报复。中午，食堂，所有学员面前摆着一块生肉。这是什么？午饭吃不下，下午的训练可不会再给你们适应时间，体力跟不上，别怪我没提醒。学员们面面相觑，谁都没有动口的欲望。突然，林吞吞一口吞下整块生肉，他猛地站起身，全身骨头发出爆响。上午还因为重力压迫而碎裂的骨头，此刻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这肉里魔力好丰富，能恢复伤势，还能强化肉体。你们不吃，那给俺拼了！叶清河的天赋都挨过了，还怕区区一块生肉？下午，学员们再次踏入重力室，众人终于能在5倍重力下站起身了。下午的训练内容很简单，你们的任务是打败我。全场寂静，学员们瞪大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我已经让冯老封印了我的天赋，现在我和你们一样，只有纯粹的肉体力量。就这，连让我热身的资格都没有。明天所有人重力提升到10倍。教官，恁是不是偷偷解开了封印？质疑教官。现在加练，全体注意，惩罚内容在5倍重力下蛙跳绕场10圈，晚上训练任务在5倍重力下跑20圈，要所有人完成才可以结束啊。不约而同的，众人齐刷刷的将目光看向连在重力场里站立都有些困难的林吞吞。饶了我吧，我错了。恭喜你们完成今日的任务，晚上回宿舍后给你们准备了药浴淬炼身体，明天的基础重力将调整为6倍，大家回去好好休息，不要觉得自己天赋强大，肉身的锻炼便无用了。你们或许都听说过陈山天王区西级天赋，也许在你们眼中根本不入流，但凭借对天赋的开撒以及对肉体的锤炼，他达到天王，更可以与魔神抗衡。你们如今的锻炼方法正是当年陈山使用的方法。听着空灵的话，骄傲的天台们也不由得沉默，对痛苦的训练也不再有开始的抵触感了。回到宿舍后，叶清河的惨叫声响彻整个甲等宿舍区，惊得隔壁的萧云婷一抖。隔壁搁这杀猪呢，这盆药液温度刚好，暖洋洋的，很舒服。与此同时，叶清河正在经历人生最痛苦的时间，其痛苦程度不亚于仙宫的重压。他整个人泡在沸腾的药液里，皮肤涨得通红，活像只煮熟的大象。教官，我错了，我再也不乱起外号了。超前剧情第14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提前观看的宝子们可以冲了。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双管齐下。集训营7日之后，冯老凌空而立，4项封印解。无形的枷锁破碎声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炸响，109道天赋光柱冲天而起，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叶清河被压制7天的魔力如同决堤的洪水，在体内中奔涌咆哮。白银高阶。就在此时，一道高达20米的巍峨法相拔地而起，通体流转着鎏金般的光华。黄金级轩辕破竟然突破了。话音未落，又一道水桶出气的雷霆冲天而起，萧云婷竟然也突破黄金级了。接二连三的突破气息在宿舍区炸飞，甲等的数位天台，除了叶清河，竟然都突破至黄金级了。看来重力训练的效果不错，大家似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明天的等级挑战赛。4日清晨，整个集训营的学员都聚集在此，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期待。相信各位早已做好了选择。话不多说，等级挑战赛正式开始，想挑战的人自行上台。我要挑战轩辕破。有意思，尽管同为甲等，等级挑战没有意义，但是这场比赛我同意了。随着空灵的声音落下，全场学员都沸腾了。萧云婷对战轩辕破，两大 SS 级天才的首次正面对决。比赛开始。违法！法天象地，震！足够了，这局比赛平局。痛快！下次再战。卧槽，这就是 SS 级的实力吗？太恐怖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境界？他俩人设崩太多次了，都忘了他们本身那么强了。而角落里，史尚飞的脸色却阴沉如水，他不愿承认这俩人的实力超过他太多了。既然甲等之间也可以相互挑战，那么我也想和叶清河较量一下。不是吧？居然还有人敢挑战叶清河？你懂什么？人家可是有 S 级召唤天赋，家里还是超级官3代，他爷爷给他搞来了一头传说中的飞龙。史尚飞毕竟是黄金级，叶清河还在白银呢。他疯了，自取其辱。甲等之间挑战倒是没问题，不过你确定要挑战叶清河？我确定。好，甲等学员史尚飞挑战甲等学员叶清河，请双方选手就位。比赛开始。召唤之门开。顺流而下。怎么可能？
就这黄金级连一个技能都放不出来，不愧是秦始皇啊，连甲等学员都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叶清河到底用的什么妖术？快看史尚的脸色，跟吃了屎似的。史尚飞捂着肚子跪倒在这，黄金级的魔力波动紊乱的像暴风雨中的小船。你歪门邪道，本事让我召唤出飞龙。黄金级打白银级还要讲条件，史少爷要不要先申请个厕所暂停啊？效果已经发动了，我也收不回来，要不你憋着试试，我不继续对你下手。卧槽，来真的！这不，中午吃的什么？擂台上，史尚飞的召唤阵第二次亮起，这次他学聪明了，单手伸向前方，同时另一只手死死按住屁股。哈哈哈！召唤门马上就也要打开，叶清河，尝尝我的力！我要杀了！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双管齐下。这下史尚飞真的在史上飞了！卧槽，兄弟，你真是人才！我怎么没发现他名字还有这含义的？史尚飞，名副其实啊！我宣布，本次比赛叶清河胜。静谈啊，教官又要麻烦您了。空灵正准备抬手召唤空间裂隙，你刚刚想说什么？好，你真行。随后的比赛中，值得一提的是林吞吞挑战史尚飞，因为史尚飞身上残留有异味，导致林吞吞在挑战他时嫌弃的表示下不了口。最终林吞吞遗憾弃权，史尚飞保住了甲等学员的位置。不过史尚飞的称号彻底坐实了。下午训练场，今天的训练主题是抗干扰训练。所谓的抗干扰，简单来说，就是在各种外界因素影响下，仍旧可以稳定发挥，施展出自己的天赋。比如说，史尚飞的召唤之门很强，如果能成功召唤出他的飞龙，甚至连萧云婷与轩辕破这样的 S 级学员也能抗衡一二。然而，他在叶清河面前，连一个完整的技能都放不出来。在魔族中，也有类似能干扰天赋施法的存在。如果你们不想在战场上像史尚飞一样狼狈，就给我好好练。随着空灵的话，史尚飞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拳头捏得咯咯作响。原本我的训练方式嘛，是打算利用我的天赋，不断在你们周围打开空间之门，从中发动攻击来干扰你们。但现在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学员们面面相觑，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本周的训练任务，在叶清河的天赋影响下，施展自己的天赋。不要啊！教官，我觉得原方案更适合我，申请用空间之门干扰。驳回。嘿嘿，大家放心，我会很温柔的。最新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抢先看的宝子们可以冲了。顺流而下 AOE 版史横遍野。卧槽，这么快！等等，我还没准备好。萧云婷咬着牙，指尖雷光闪烁，弹刚凝聚到一半被消散。叶清河，教官说要全力干扰。走得对，继续。一下午转瞬即逝，训练场上不断回荡着痛苦的哀嚎。不错，明天继续。不要啊，叶哥，这样的日子还要6天才能结束。我开始怀念上1周了，那只是肉体折磨，现在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打击。别急着高兴，叶清河，你的训练任务在晚上，你需要进行特别加练，在我的空间之门不定期干扰下施展天赋。原本我得同时干扰109个学员，如今嘛，只需要对你进行1对1特别辅导了。不要啊，你一定是在趁机报复，对不对？深夜训练场，我们这可是集训营，你是集训营的学员，光让你训练别人了，耽误你自己训练了怎么办？白天你训练别人，晚上我训练你，这很公平，对吧？教官，你这分明是公报私仇。那你说说，我报的是什么私仇？当然是什么仇都没有。空间之门，反应太慢了，魔族可不会给你反应时间。叶清河咬牙，全神贯注地感知周围的空间波动，顺流而下。学得很快，那么快就学会预判了。不过平时干扰别人是挺厉害的，自己被干扰了，怎么抵抗力那么弱？感知、预判、反应、抵抗力，缺一不可。你这根本就是单方面殴打。那你要不要认输？再来，有骨气。今天的加练就到这里，明天继续哦。这女人绝对是魔鬼，尹老师，求放过。第二天训练场，叶清河眼神幽怨，周身散发着低气压，就连施展天赋时都带着一股浓浓的怨念。顺流，算了，飞流直下3000尺 AOE 版9曲黄河万里沙。卧槽，效果怎么比昨天强了这么多？本来昨天结束时，众人已经能在叶清河手下多抵抗几秒钟了，像萧云婷与轩辕破，甚至可以短暂施展出自己的天赋。而今天，叶清河，你昨晚经历了什么？怎么感觉你带着情绪？没什么，只是和教官进行了友好的夜间训练。我们信你个鬼！很好，看来这份训练计划卓有成效。白天辛苦你操练他们了，晚上也要继续加油哦。叶清河不语，只是一味地对学员施展9曲黄河万里沙，似乎要把自己身上的怨念全部发泄出来。真好，又是学员们努力奋斗的一天。1周后，训练场。
经过7天的地狱式抗干扰训练，众人的表情已经从最初的崩溃变成了麻木中带着一丝倔强。看来这一周的训练效果不错，尤其是楚天狂，在嗜血状态下，他完全丧失痛觉和羞耻感，即使边跑边拉，也能坚持整整1分钟才虚脱。这算什么天赋异禀？宁愿不要这种记录。哈哈哈，老子就是牛掰！众人顿时无语，这有什么好骄傲的？我史尚飞再次挑战叶星河，又来，不愧是史尚飞，勇气可嘉。史同学何必呢？少废话，这一周的抗干扰训练，我已经能在你的控使术下坚持30秒，30秒足够我打开召唤之门了。召唤之门开，顺流而下。哈哈哈，没用的，我已经适应了。不会吧，真让他成功了？30秒确实够召唤飞龙了。逆流而上。秦始皇不愧是秦始皇。医务室，走你。啊！我的个亲娘嘞！这学员看得人模人样的，怎么吃屎？史尚飞两眼一黑，直接气晕过去。恭喜你们，抗干扰训练圆满结束。接下来该检验你的训练成果了。教官得罪了。空间之门，发愤图强，顺流而下。恭喜你，考核成功。好了，大家解散，回去好好休息。教官跑了，他是不是去换靴子了？他的手刚刚都在抖哎！叶清河给教官打跑了。这小子该死。第2日，红灵给每个学员发放了一张地图。接下来将是检验你们训练成果的时刻，同时也是你们获取珍贵资源的最佳机会。红圈标记的都是最顶尖的士兵阶魔族，每个据点击败魔族后，都能获得一个资源宝箱，里面可能是士兵级魔晶，也可能是黄金级装备。现在你们有1天时间组队规划，明天日出时分，任务正式开始。话音落下，训练场立刻沸腾起来，学员们3、3、2、2聚在一起组队，激烈讨论着作战计划。我是不是也该组个队？喂，轩辕破！叶青河目光所及，竟是躲闪着他目光的人。这群忘恩负义的家伙，上周是谁含辛茹苦帮你们做抗干扰训练的？看来这次任务注定要当个孤独的猎魔人了。角落里，史尚飞正对着他的背影，露出阴险的笑容。空灵，不用提醒他们西北角的那片区域吗？那可是最后1周才允许去的。那里和红圈的方向截然相反，谁会走到那边去？更何况每个人身上都有定位，真有人误入了，我们也能知晓。第2日清晨，这个红圈看起来挺近的，应该不会走错吧？10分钟后，叶清河越来越靠近西北角，很明显他又迷路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叶清河这小子怎么回事？冯老，你看着点，我去把他接回来。奇怪，我明明是朝着红圈走的啊！教官，你怎么来了？叶清河，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红圈附近。你走反了，这边和红圈区域方向完全相反。啊，这边不让走，很危险。说完，他一把揪住叶清河，直接传送到了红圈密集的区域。别再乱跑了，那边有战将级魔族，不是你能应付的。好的，教官，不过我真的没有乱跑，我按着地图走的。空灵一脸黑线的看了他一眼，总觉得这小子不太靠谱。这下应该不会走错了吧？密林深处，史尚飞、欧阳青、冷少峰3人聚在一起，低声密谋。叶清河的位置突然变了，现在在我们不远处。你这装备定位准吗？这可是黄金级装备，被标记的人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能被他探测到。他区区一个白银级，拿什么躲过去？我们真的要对付叶清河吗？不说他本人战斗力，如果被教官发现了，集训营本来就有伤残指标，鼓励相互竞争的，教官也拿我们没办法。我们不用亲自对付他。我有个小道消息，西北角区域可是有只战将级魔族，只要我们用这张卷轴把他传送过去，他必死无疑。密林深处，叶清河知道地图对自己来说如同废纸，索性四处闲逛。哟，叶清河真是冤家路窄。这次我的飞龙已经召唤出来了，我看你还怎么嚣张。飞龙焚炎龙息。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怪我了。顺流而下。啊，叶清河，我要你死。什么？最新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抢先看的宝子们可以冲了。逆流而上，如鲠在喉。3人捂住脖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在咽喉的粪便与那直冲天灵带的气息，几乎让他们窒息。冯老，史真香大人请您出去一会。我正看守学员呢，何况他一个京都的官来我们魔都作甚？他说有要事相请，耽搁您2分钟。也罢，就2分钟，应当无碍。另一边，西北角区域，史尚飞、欧阳青，这里是战将级魔族的领地，叶清河不敢多耽搁，开始四处寻找出路。咦，这里怎么感觉到处都是粪便？人类竟敢踏入我的领地！口吐人言，正是战将级魔族标志。区白银级小鬼也敢踏入我的领地，死吧！飞流直下3000尺。空明天天往我这扔屎，欺负我就算了，你区一个白银级小儿也敢欺我？粪池。
你弄惹我了。不愧有那么大块头，拉的真多。黄河远上白云间，我堂堂战将级，竟然被一个白银级，可恶的小子！你已经魔力耗尽了吧？巨猿虚弱的站起来，眼神凶狠的看着叶清河。叶清河急忙掏出一瓶恢复药剂喝了下去，这是妹妹叶青鸾临行前塞给她的魔力恢复药。磅礴的魔力瞬间充盈全身，原本枯竭的经脉重新焕发生机，魔力居然恢复了一半有余。不愧是 SS 级天赋，妹妹的药效果居然那么好。感受着叶清河迅速恢复的魔力，刚刚还露出凶狠眼神的巨猿，瞬间眼神清澈了起来。阿爸阿爸，那个，你给我带个路。哥，你早说你那么狠，我一开始就亲自送你回去了。史大人，不知您大老远跑过来有何贵干？这不是国内最年轻的曜日级强者空明军官吗？别套近乎了，我不想和你们史家有什么联系。你这次来什么目的？我只是执行任务，经过魔斗，听说我那不成器的侄子在你们这儿集训，顺带看望一下。他现在在深山受魔，现在请不要妨碍我们的教官任务。冯老，跟上。或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史真香也没有再做阻拦，转身离去。毕竟一个白银级学生独自面对战将级魔族，只有一见面就被秒杀的下场。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想必叶清河已经死透了。那是，敢和我作对，让我出手那么多次，还不是被我轻易解决了？那可是战将级的巨猿，一拳下去他就被锤成残渣了。史尚飞，答应你的拖住空灵，我已经做到了，你也别忘了答应给我的报酬。好说好说，以后你们冷家朝京都的生意，我会让史家帮衬一二的。还有欧阳青，以后你就算是加入史家了，未来的修炼资源我们史家出了。半小时后，西北角边缘，一只10几米的巨猿正送瘟神一般恭送着叶清河。叶清河也不再寻找红圈区域，迈步向集训营走去。更何况有些账还是要清算一下。你怎么走回集训营了？你不会又迷路了吧？这次不是。叶清河神色冰冷，将事情娓娓道来。史尚飞的阴谋，自己被传送至西南角的经过，以及自己打败巨猿的过程讲述了一遍。空灵听完，瞳孔微缩，叶清河竟然能独自击败战将级。他们怎么敢的？集训营允许争斗之中伤残，但他们这是要置你于死地，而且还是借刀杀人。有些毒瘤是该清理一下了。下令把史真香抓过来，他若敢违背，告诉他这是军令。史尚飞、欧阳青、冷少峰3个人，我亲自抓回来。不出片刻，史尚飞几人都被押回集训营。空灵教官，您把我们抓到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史家子弟一向遵纪守法，您可不能冤枉好人。你们做了什么自己清楚。空灵冷笑一声，将史尚飞3人密谋坑害叶清河、冷少峰与史真香故意拖延教官耽误救援的全过程讲出。史尚飞3人眼见事情败露，脸色瞬间惨白，冷汗直流。哦，这有什么？年轻人切磋打闹，不是很正常吗？他们故意将叶清河传送到战将级魔族区域，这是谋杀。你说他们将叶清河传送到战将级魔族区域，证据呢？传送阵容呢？空口无凭。我作为 SS 级天赋空间域主拥有者，能清楚地感受到残留的空间之力。就算真有此事，您作为举报者，为了避嫌，您的说辞也不能当作证据吧？很明显，他在钻规则的空子。就是没证据就别乱扣帽子。叶清河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装什么受害者？史真香，你说的对，没有实质性证据，我没法送你们上军事法庭。但这里是集训营，我是这座集训营的总教官，规矩我来定。既然你们喜欢切磋，那就好好切磋一场。叶清河，出列！现在给你颁布一个集训营训练任务，和史尚飞、欧阳青、冷少峰3人切磋。集训营有伤残指标，给我往死里打，出了事我来负责。收到，我一定会好好和他们切磋一下的。史尚飞脸色惨白，双腿发抖，他早已经被叶清河虐过无数次，能不能打得过他还不清楚吗？史家给你那么多资源，3打1你还害怕一个通灵的小鬼？这样你一上去就认输，我会把你救下来，他再有实力也无用。切磋开始，逆流而上，如鲠在喉。3人捂住脖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在咽喉的粪便与那直冲天灵盖的气息，几乎让他们窒息。你不是很喜欢玩阴的吗？来，继续。住手！他们已经投降了。史真香大人，学员之间切磋而已，你莫要坏了规矩。他们已经投降了。可我怎么没有听到他们认输的声音？冯老，你听见了吗？你这是滥用思想，你这样做不怕我们史家的报复吗？你这是在威胁我吗？别人畏惧你史家，我们军方何惧之有？叶清河，动手，出了事我罩着。叶清河，你找死！怎么，你抢坏了我这集训营的规矩？尽管同为曜日级，但他可没把握对付这国内最年轻的曜日级强者，一个是资源堆上来的药包，一个是战场厮杀出来的军人，他对上空灵必然毫无还手之力。1周后，训练营广场，圣魔成绩统计完毕，现在公布排名第1的队伍是萧云亭、林吞吞小队，狩猎26只魔族。嘿嘿，我们第1，居然超过了叶清河吗？第2名，轩辕破小队，狩猎21只魔族。我一人足矣。最后1名，叶清河小队，狩猎魔族1只。此外，史尚飞、欧阳青、冷少峰小队违反集训营规定，成绩作废。
台下瞬间炸开了锅。他不是能单杀战将级吗？该不会是怕了吧？不可能，他能一个打我们一群，会怕士兵级模组？还有史尚飞3人违规什么了？会不会和叶清河有关系？叶哥，你怎么只狩猎了一只？是不是史尚飞那3个狗东西给你下阴招了？我好像帮你控出来了3个甲级的位置。由于史尚飞、欧阳青、冷少峰3人已经无法参加集训，甲等席位空出3个位置，整个集训营瞬间沸腾。乙等、丙等学员摩拳擦掌，就连一些实力强劲的丁等学员也跃跃欲试。3个擂台，谁能守到最后，谁就成为甲等学员。甲等的位置，我要一个。最终，林吞吞、楚天狂、莫千愁3人顺利晋级甲等。等级挑战赛正式结束，接下来全员肃静。这时，一道修长的身影踏空而来，这位是华夏军部司令靳无月。全场哗然，军部司令，这可是真正站在权力与实力巅峰的存在。各位都是华夏的未来，但可惜时间紧迫，很遗憾不能与各位多交流。靳司令的天赋是 SS 级镜花水月，能够完美复制你们的镜像体。你们本周的训练任务，战胜由靳司令复制的镜像体的自己。镜像体完美复制你们本身，拥有本体100%的实力、天赋、战斗思维，并且镜像体无惧痛苦，不会疲惫，不会恐惧。你们要面对的是比自己更可怕的敌人。有意思，连装备都能复制吗？怎么感觉他很欠揍呢？我是这个样吗？而叶清河的镜像体竟然瞄了一眼叶清河的下半身，露出诡异的微笑。卧槽，这镜像是不是不太对劲？年轻人真好，有朝气，有活力。接下来就麻烦你继续训练他们了。收到。空间之门。全场再次震惊，连别人的天赋都能复制。好好享受和自己对战的乐趣吧。战斗开始。顺流而下。叶清河捂住肚子，夹紧双腿，死死忍耐着体内那呼之欲出的感觉。另一边，镜像体也一样不好过。飞流直下3000尺。秦始皇，你也有今天！哈哈哈！叶清河，你总算体会到我们的痛苦了。你们给我等着！言罢，叶清河与叶清河镜像体都难忍腹痛，一齐朝厕所狂奔。饕餮盛宴。咦，林吞吞，你居然好这口！林吞吞急得直跺脚，却因为嘴巴被牢牢吸住，说不出话，有苦说不出，只能疯狂摆手否认。很快，叶清河2人再次回到战场。你什么时候下的手？就在你抬手的同时，同一个师傅教的，破不了招啊！2人对视一眼，突然同时转身，飞流直下3000尺。这大概是集训营史上最离谱的镜像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和自己对战，才能看清真正的弱点。叶清河死死盯着自己的镜像体，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1周的时间，他对自己的天赋抵抗力提升了数倍，但镜像体同样在不断进化。但这一次，我已经找到赢的办法了。顺流而下。叶清河强忍着顺流而下的腹痛感，仔细感受着体内的顺流而下，随后再次施法逆流而上。但这一次，叶清河竟然是施加给了自己，2股截然相反的力量在叶清河体内对冲，形成微妙的平衡。原本翻江倒海的憋实感瞬间消散，镜像体愣住了。嘿嘿，该我了。恭喜叶清河成为首个战胜镜像体的学员。寻求天赋的其他应用，原来如此。不愧是叶清河，我也不能落后了啊。而林吞吞一边和自己的镜像体互啃，一边含糊不清的求救。这小子总能给人惊喜。很快来到下午时分，镜像之战结束，所有人合格。学员们瘫坐在地，疲惫却满足。这一战，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战胜了自己的镜像，但他们都战胜了过去的自己，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总算不用再和自己比谁更能憋了。再也不想与自己为敌了，我也太恶心了。时间已经过去1个月了，你们的集训生活已经到了尾声，明天便是你们的结业考核了。最后的考核只有一个，你们需要合力战胜一支战将级魔族。战将级？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能做得到？会死人的吧？战将级，我叔叔在北方战场见过一支战将级魔族，直接摧毁了一座小城的城墙。现在回去养精蓄锐，明日日出时分正式开始考核。次日清晨，所有人就被传送到了森林西北角。这什么味道？我的天，地上这些是这战将级魔族是粪坑里长大的吗？叶清河都整不出那么多粪便吧？你礼貌吗？何人又来打扰老子修炼？巨人睥睨着这群渺小的人类，正准备展示一下战将级的威严时，他的动作突然停滞了。这不是大哥吗？您怎么有空来小弟这逛逛了？我这地盘不太卫生，大哥您别嫌弃。果然是这只倒霉巨猿。大哥，叶清河是战将级魔族的大哥，我一定是在做梦。大哥您坐。不用了。不是叶清河大佬，这是怎么回事？哥，你是我亲哥，连战将级魔族都认你当哥了。叶清河犹豫片刻，还是将自己被坑到此处，遇到这只巨猿，然后单刷了这只巨猿的过程讲了一遍。学员们已经震惊到麻木了。白银级单刷战将级魔族，你怎么不上天？明明都是学员，凭什么我们和你之间差距那么大？大家安静，做好作战准备，考核继续。大哥也在学院里，俺怎么敢出手？
易清河，你退出，这次结业考核你不用参加了。反正以你的实力，这考核对你也没意义。现在没有问题了吧？好好配合空灵教官完成考核，不必留守。我的空间之门能保证学员们的生命安全。好嘞，大哥，俺一定好好表现。说完，他魔气轰然爆发，战将级威压席卷全场，学员们脸色骤变。卧槽，翻脸比翻书还快！你刚刚明明不是这样的，现在跑还来得及吗？战斗开始，人类小兔崽子们来战！轩辕破法相全开，20米高的法相升起，萧云婷身体周围雷暴缠绕，电光四射。区区一群白银黄金的小鬼，你们以为人人都是我大哥？这怎么可能？怎么这一届人类那么多怪物？白银级的大哥打我打的怀疑人生就算了，这随便冒出个黄金级小鬼也和我势均力敌。最终，在众人的合力之下，巨猿假装痛苦倒地。俺败了，人类果然厉害。恭喜诸位，考核通过，全员合格。大哥，俺表现的咋样？还行，就是演技有点假。下午，空灵教官站在集训营的中央广场上。各位，3个月的集训营生活今天就正式结束了。你们在这里收获了友谊，提升了实力，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得到了成长。华夏给予你们资源培养，同样也期待你们未来能为国家出力。山高路远，我们有缘再见。我们之间还没分出胜负，想来我们未来都会去京都学府。等你去京都，我们再一战。正合我意。你，最好别再见了。为什么啊？等我来京都学府，记得请客。两人脸色同时一僵，迅速转身离开。请客可以，别切磋就行，保重。看着3人离去的背影，叶清河心中涌起一丝不舍。这1个月的集训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教官，谢谢您这段时间的指导。叶清河，你的天赋很强大，如果史家未来敢找你麻烦，可以来军方，他们不敢在这里造次。我会记住的，谢谢你，教官。离开集训营大门时，叶清河回头望了一眼这个改变了他的地方，然后踏上了返回梅城的列车。然而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梅城已经沦陷。最新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抢先看的宝子们可以冲了。天不生我叶清河，直到万古无长夜。杀！报告陈天王，梅城结界能量毒数突破曜日级，正在向天王级攀升。同时，结界内出现大量魔族，甚至有君主级的波动。陈山，蜀地军部天王级强者之一。魔族，你们想做什么？立刻集结蜀地军队，我要亲自去会会这群不知死活的魔族杂碎。青鸾，尚明，叶清河大喊，拳头狠狠砸在结界上，结界纹丝不动，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激起。可恶，青鸾，你一定要平安无事。平民请立即撤离。不行，我妹妹和朋友都在里面。冷静点，陈山天王马上就到，他会处理结界，你这样只会妨碍军方行动。年轻人，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冲动解决不了问题。长官，我妹妹和朋友都在里面，我必须进去救他们。我看过你的资料，控制能力者，对吧？叶清河没想到这位天王级强者竟然知道自己，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陈天王，结界能量毒数已经稳定在天王级，还在缓慢上升。年轻人，退后些，我要对结界出手了。然而被击中的位置出现了几道裂纹，但很快就被流动的符文修复。立刻联络中央军部，请求支援，同时尝试所有通讯手段，看能否与结界内部取得联系。可是里面的人等不了那么久，魔族既然布下结界，肯定已经开始行动了。对了，仙宫之行时，仙宫之灵说过，我的天赋是概念级，我的天赋从来就不只是控制人的排泄，而是可以拉出来，只要有一条缝隙。陈天王，请再轰开一道裂缝。好。既然为概念级，那我的天赋绝不该只拘束于人，或者说生物上。这是屁股缝，这是屁股缝，飞流直下3000尺。那道即将闭合的裂缝突然扭曲变形，紧接着结界表面的魔力如同找到了泄洪口，开始疯狂涌向裂缝，不是简单的溃散，而是像被某种至高法则牵引着，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瀑布。真可以，不对，这是什么味？只见缺口处一泻千里的魔力瀑布，全部转变为了五谷轮回之物，如同黄河般从泄洪口喷涌而出。卧槽！秽物洪流持续了整整数十秒，当最后一道棕黄色抛物线落地时，防护罩完全破损。报告天王，结界已破，是否？全体听命，即刻进城剿灭魔族。小子，你……我没事，我妹妹和朋友还在里面，我和你们一起进城。好小子，我们蜀地也是出了个人才。怎么可能？无主的结界怎么可能那么快就被破了？此刻校长陈玄风已然重伤。你们低估了人类。远处，陈山已经锁定了黑袍君主。我去。黑袍君主看着仅仅完成了一半的仪式，积攒的魔力还远远不够他晋级魔王。可恶，必须终止了！该死，毁我好事！黑袍君主捏碎一道符文碑，一道传送门迅速成型。若是成功突破魔王境界，他尚有信心与陈山一战，但现在还是先撤为妙。硬化！原本不断流淌着魔力的传送门，居然凝固了。懦夫，该死，让他跑掉了！青鸾、尚明，你们在哪？突然，一道传送门在他眼前展开。该死的陈山，还好我留了一手。
黑袍君主抬起头，与叶清河四目相对，时间仿佛凝固了1秒，两人同时僵住，飞流直下3000尺。黑袍君主突然瞪大眼睛，他体内的某种不可名状之物竟开始不受控制。由于体内重伤未愈，粪便的排出顺带牵连了伤势。这是什么邪术？魔族受死！放肆！本座乃黄河远上白云间。黑袍君主忽然想起多年前自己屠灭第一座人族城池时的场景，那些蝼蚁也是这般绝望的仰望他吧。我可是魔族君主，如今更是离魔王1步之遥，却被黄金级如此欺辱，虎落平阳被犬欺，死老鬼！再不出手，我就真死在这儿了。空间骤然撕裂，一道新生的传送门赫然出现，将黑袍君主朝里面吸去。人类，我们后会有期。想得美！传送门也是缝，顺流而下。传送门突然一颤，紧接着一道金黄色的洪流从传送门内喷薄而出，秽物如决堤的江河般倾泻。黑袍君主刚张开嘴抗议，就被灌了满嘴不可名状之物。3后1周，梅城墓园，王坤遗憾阵亡，而空灵早就前来支援。灾难过后，梅城需要时间重建，你们可以选择去其他城市，政府会安排好一切。作为学生，无论你们选择哪一座城市，都能在之后参与那座城市的高考，政府会为你们提供安置房。你们可以选择最近的荣城，也可以直接选择去最繁华也最强大的京都。无论去哪，我都听你的。我打算直接去京都，京都会欢迎你这样天赋异禀的小家伙的。你们呢？是否陪叶清河一起去京都？我们留在梅城，小雨伤势太重，需要长期照顾，而且我父亲也在这场灾难中牺牲了。我决定接手他的佣兵团，也能在梅城重建工作中出一份力。叶清河震惊地看着昔日同窗，那个才刚满18岁的少年，此刻眉宇间竟有了几分成年人的坚毅。你是军人吧？空灵像是猜测到了什么，缓缓点头。我要参军，请让我加入你的部队。你可还是个学生，真的现在就决定要参军？部队可不是儿戏。绝无戏言，我不想再这么无力了，我要变强，我要保护好我的兄弟。老大去哪我就去哪。我和王坤曾经发过誓，要一起成为老大的左膀右臂。他为了老大牺牲了，我要带着他的那一份誓言一起。空灵看向这2位伤痕累累却眼神坚定的少年，忽然立正敬礼。华夏军方欢迎你们的加入。空灵重新看向叶清河，他指尖轻点，一枚通体银白的徽章凭空出现。这是皓月徽章，唯有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能得此殊荣。你提前破开结界，数以万计的梅城百姓因此获救。由于你还是学生，出于对你的保护，我们不会公开此事，但你的荣誉和功绩我们会记录在案。皓月徽章，我从军以来也只获得过1次。不过京都也不是安稳的地方，这里是全国权力的中心，有权力的地方必少不了明争暗斗。你在集训营里结下的梁子，史家的根据地也在京都，他们不敢直接对你下手，但保不准他们耍什么阴招。能对一个人下手的方式可太多了，不过没有人可以对拥有皓月徽章的国家英雄下手，史家也不行。最后，根据军方的调查，这次梅城之灾的背后有拜魔教的踪影。这些疯子认为，臣服魔族才能延续人类文明。众人瞳孔骤缩，刚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他们，心中的仇恨瞬间有了除魔族外的另一个发泄口。拜魔教吗？我记住了。接上集，叶清河终于带着妹妹来到了繁华的京都。这安置房也太差了吧！这里也是京都，这特么是京都18环吧？挺好的呀，比我们原先的板房强多了。屋内比想象中整洁，2间卧室，一个小厨房，卫生间居然还配了全自动马桶。叶清河盯着马桶看了3秒，突然露出诡异的微笑。你现在越来越奇怪了。怎么会？我只是想起在京都还有个老朋友。叶清河掏出手机翻找联系人，名称真龙天子，个性签名，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我在中间，是位天子。我记得他集训营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人啊，不是挺高冷一孩子吗？这是轩辕破吧？叶清河按下拨通键，京都中心区轩辕家祖宅。阿破，有你的电话，来电人名称是秦始皇。他颤抖着接过手机，听筒里传来恶魔般的低语：儿啊，朕是秦始皇，朕其实没有死，一直在沉睡，现在朕复活了，只要将朕的10万兵马俑复活，就可以统治世界。所以朕现在需要一笔钱，只要你逼我50，助朕复国成功，就给你记一个大功。世界洪峰有什么地兵多年？叶清河说人话。哈哈哈，没事，你先前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我来蹭饭了。京都中心一处豪华的建筑前到了。这里也太豪华了吧？我们真的要进去吗？叶清河还没来得及回答，轩辕破已经大步走向前厅。安排一个包间。是，您请随我来。你平时都这么夸张吗？夸张？呵，你说这些不正常吗？这个花瓶好像是真古董。不值什么钱，按你们的招牌上。侍者鞠躬退下，包厢里一时只剩下他们3人。说吧，怎么突然来京都了？梅城出什么事了？你不看新闻吗？最近在闭关修炼，到底怎么？叶清河深吸一口气，将梅城之灾简述了一遍。该死的魔族，还有那群拜魔教的败类，你们现在住哪？京都18环吧，但还算安静。京都还有18环吗？你早说啊！我在城中送你一套别墅。有钱真好。这个包间小淫要了，你们滚开吧。
来人约莫20左右，面容俊秀却透着股邪气。他环视包厢，目光在叶青鸾身上停留了几秒，嘴角勾起一抹轻浮的笑。这种一眼看上去就欠打的角色是你们京都特产吗？别地域黑。你说谁欠打？知道小爷是谁吗？司马家的司马婉意。司马家呀，司马婉意没听说过。乡巴佬，赶紧滚！老子的大名都没听过，这包厢老子要了。轩辕破，我在这动手没关系吧？你随意，损失算我的。怎么想动手？给我教训教这个乡巴佬！一个保镖黄金级的威压瞬间弥漫开来。4个黄金级，知道怕了还不快滚！把他们丢出去！叶青河面色一冷，当即准备给他们点颜色瞧瞧。顺流，不是哥，冷静，你先住手，有话好说。我们等下还要在这吃饭呢，你的能力就不要用了吧。啊，有画面了，你说的对。废物，司马家花大价钱不是养你们吃白饭的。你们主子眼瞎，你们也不长眼。4个保镖瞬间面如土色，他们此刻都认出来这块令牌，只有轩辕家直系才能拥有。轩辕大人，我们怕什么？老子可是司马家的少爷。司马家什么时候多了你这号人物？连我都不认识。回大人，他是家主1个月前刚认回来的私生子。轩辕破心中恍然，1个月前他刚进集训营特训。哦，司马家主今年80又3了吧？真是老当益壮了。知道老子身份还不跪下道歉？家父司马东西。少爷，你们这群废物为什么不帮我？我要让我爸辞退你们。那位可是轩辕家少主啊，就算您的父亲也不敢拿他怎么样。片刻的沉默后，司马婉意也知道这次惹到了。虚浮的白银级像是用资源硬堆上去的。那家伙好歹是世家子弟，你这样做不会得罪司马家吗？司马家在京都，我们轩辕家不用畏惧任何人。这个好好喝。叶青河尝了口面前的灵羹，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向4肢百骸，体内魔力流动速度提升了至少30%。这些吃的也太奢侈了。很普通啊，我家的狗平时都吃这个。叶青河无话可说。这是一栋别墅的钥匙，就在京都学府对面。你们兄妹就别住安置房了，反正你迟早会考上京都学府，就住在这吧。这怎么好意思？你算了。饱餐一顿后，3人站在饭店门口，准备告别。你的个性签名？我的个性签名怎么了？很有个性。轩辕破眉头微皱，急忙掏出手机看了看，正好看到叶青河的名称秦始皇，而他的个性签名是天子。于是轩辕破面无表情地将名称改为太上皇。走啊，明天早上9点，我派车来接你们搬家。轩辕哥哥人真好。是啊，卧槽，他什么时候改的名称？傍晚时分，叶青河和叶青鸾踩着破碎的土路往家走。为什么我回来1个月了，从来没见过轩辕破这号人物？轩辕少爷是未来要继承整个轩辕家的，和什么？和您这样比较自由发展的不太一样，别人要闭关修炼。司马婉意脸色铁青，他当然听懂了言外之意，自己这样的纨绔子弟，连见轩辕家少主的资格都没有。那个跟轩辕破一起的混蛋，你们确定他没背景？查清楚了，就是梅城来的难民，不是任何大家族的人。可恶的乡下人，敢说老子欠的？我惹不起轩辕破，开始惹不起你个难民。有人社区送温暖了。司马少爷跟了一路了，不累吗？叶清河，你以为有轩辕破撑腰就能在京都横着走啊？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得罪司马家的下场。司马少爷，咱们能不能讲点道理？明明是你先。闭嘴，给我打断他2条腿。顺流而下。你们4个废物站着干什么？我家花大价钱雇你们，不是让你们来摆 pose。少爷，我们什么我们？给我上啊！我操！明天不用来上班了，给我滚蛋！少爷，我们真的……我操！你们……咦，心理承受能力那么差？哥，你太坏了！我只是帮他们清理一下肠道，现代人饮食不规律，容易腹泻。其实你的天赋应该也能做到我这样，控制大肠杆菌什么的。算了，别跟我学坏了。妹妹两眼放光，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叶清河盯着昏迷的司马少爷，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哥，你别这样，我害怕。妹妹，你哥我突然有了个绝妙的想法，我从来都是让人拉出来，不管从上还是从下，这次我想试试让人拉不出来。无中生有，加满。最新1集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提前看的宝子们可以冲了。无中生有，加满。你在给他造食？不只是在造，我还要改变他体内粪便的物理性质，密度提升，含水量降低，这样下来，屎的硬度会大大提升。巷子里响起奇怪的呼噜声，司马婉意的肚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了起来。哭，你简直是个魔鬼！科学实验需要一点牺牲精神吗？司马婉意突然抽搐了一下，脸色由白转青，再由青转紫，活像一条上岸的鲤鱼。效果来了，他现在体内应该有一颗粪结石正在成型，我称之为便秘炸弹。会爆炸吗？
理论上不会，但等他醒来上厕所时，可能会需要一把凿子。我的肚子！少爷，您怎么了？哦，我感觉肚子里有颗陨石，快叫救护车！不，叫挖掘机！看，这就是科学的魅力。很快，司马婉意被送到了医院。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腹部鼓胀如怀胎6月，医生拿着 X 光片，眉头紧锁。司马少爷，您的肠道内似乎有一条不明物体，它堵死了您的排泄通道。是叶清河那个恶魔。目前来看，这条物体硬度极高，恐怕只能剖腹产。不行，我司马婉意可是男人，怎么能因为一颗屎剖腹产？那您只能等它自然排出。司马日记第3天，我尝试了各种开塞露、灌肠、倒立，甚至让保镖用吸尘器对着我的屁股试试。别问我这是什么感觉，问就是绝望。然而那条巨龙依旧纹丝不动，仿佛在我的肠道里安家落户。司马日记第5天，我已经开始思考遗嘱内容。如果我死了，凶手一定是叶清河。少爷，要不再试试坐久一点？我已经在马桶上坐了6个小时，马桶全都映出我屁股的形状了。司马日记第7天，一股从未体验过的力量从体内深处觉醒，它不像普通的电影那样温和，而是带着一种脑子今天必须出来的霸道气势，如火山喷发前的蓄力。来了，它来了，有感觉了。我终于拉出来了，保镖，给我带铲子来，还有帮我联系肛肠科医院。第2日，叶清河收到了轩辕破的短信。你们还需要上高中吗？想高考还是正常走学校的流程比较好。你们也需要上学，需要的话，我给你们安排京都一中。哥，怎么了？妹妹，你想去上学吗？京都一中校长办公室内。叶同学，您就是轩辕少爷亲自安排的转校生吧？您能选择我们学校，真是我们的荣幸。轩辕少爷已经都安排好了，您可以直接就读烟班。您的妹妹，我们也安排到高2部的烟班。叶清河嘴角抽搐，校长谄媚的模样让他汗毛都竖起来了。他分明看到校长口袋里露出半张支票，那绝对是轩辕破给的赞助费。高3类班门口，今天我们班新来一位转校生。教室后排，史尚飞突然一个机灵，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那个恶魔怎么？欧阳青也是被吓得目瞪口呆。叶清河，大家好，我是从梅城转学来的叶清河。叶同学就坐后排靠窗的位置吧。叶清河居然真的来我们学校了。集训营时，他居然敢那样对我们，你就不想报复回来吗？可我们打不过他。自那次被他教育了一番后，我可在医务室躺了整整1周，连集训营结业都错过了。谁说一定要对付他了？我听说他妹妹也转学过来了，就在高2部的 A 班。两人对视一眼，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下午放学时分，叶清河来接妹妹回家。贱人，是不是你偷了我的包？我告诉你，我包里可有价值50万的士兵级魔晶，你这乡下人一辈子也见不到。然而妹妹叶青鸾却根本不搭理对方。看吧，我就知道是你偷的。青鸾，发生什么了？哥哥，哟，乡下人的哥哥来了，看看这穷酸样，难怪要偷东西。你敢打我？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告诉哥哥怎么回事。他一开始假装和我做朋友，后来一次课间过后，不知道为什么态度就180度大转弯，开始骂我乡下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包什么时候放进我柜子里的。明白了。啊，我的魔晶不见了，一定是这个贱人偷走的。是啊，看他们那个穷酸样，不知道哪个穷乡僻壤跑出来的。快把魔晶还回来，然后给人家道个歉。刚来第1天就偷东西，乡下人就是乡下人。居然敢这样欺负我妹妹，你想怎么解决？让你妹妹把偷的价值50万的魔晶还我，再诚恳的给我道个歉。还有，你也要给我跪下道歉，再补偿我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50万。上帝还真是公平啊，让你失去了什么就会补偿你些什么。你在扯什么东西呢？快赔偿！你看，你虽然长得丑，但是想得美。啊！你们这些粗鄙的乡下人！你说这包是你的，你有证据吗？废话，这包当然是我的，只有我丢了包。你说你包里有颗魔晶，但是这包里明明什么也没有，当然不是你的包了。可恶，他说的居然有些道理。女生险些动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你这是在强词夺理。那你怎么证明包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魔晶？我说这包是我的都行。我这个包本来就是为了陷害叶青鸾而临时买的，所谓的魔晶也是莫须有的东西，还拿什么证明？所以你拿不出证据了，那你就是污蔑，快给我妹妹道歉！你当众污蔑他人，侵犯了我妹妹的名誉权，必须赔偿她精神损失费100万。我要你们死！哟，想要动手？让我来吧！装什么装？你们这些生命微语，病毒掌控，诺如病毒。我的肚子。妹，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招了？跟你学的呀，上次你教训司马婉意的保镖时给我的灵感，接下来还有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嘲笑别人的。
叶青和欣慰地看向妹妹，她一直不知道，在她面前柔软的妹妹，也早已在灾难中成长了。你们在干什么？好啊，转学第一天就欺负同学，看来得让你长长教训了。星辰级的威压轰然爆发，叶青鸾闷哼一声，单膝跪地。老师救命啊！叶青鸾要嘎人了。放心，你们都是大家族的子弟，一定是有素养的，老师会为你们讨回公道的。眼睛不用就捐给有需要的人吧。飞流直下3000尺。视力眼的老师突然僵住了，他感到一股诡异的力量在体内飞涌。哥，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罪有应得罢了。就在此时，校长急冲冲地赶了过来。卧槽！谁能告诉我这里刚刚都发生了什么？校长，是这2个转校生，他们偷别人东西，被发现后还殴打同学，还袭击老师，目无尊长，必须严惩。说完了？我说完了。你是说他们偷东西？对，就是那个小贱人偷了我价值50万的魔晶，这种没见过世面、偷鸡摸狗的乡下人。你特喵快闭嘴吧！姑奶奶哟，你知道帮他们办理转学的人是谁吗？谁呀？是轩辕家少主，轩辕家唯一合法继承人轩辕破少爷亲自为他们办理的转学手续啊！女生顿时吓得脸色苍白。京都谁不知道，轩辕家是京都势力最大的家族之一，而轩辕破更是轩辕家难得一遇的天才，未来必定接手整个家族的继承人。所以你认为轩辕破的朋友会偷你区50万的魔晶吗？该死，史家人没说过他们和轩辕家的关系。现在你们还要继续坚持说他们兄妹偷你东西吗？对不起，都是我鬼迷心窍，那个包是我自己放的，根本就没有魔晶。李老师被开除了，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你的东西滚蛋。至于你，记大过，全校通报批评。还有，给我把这里打扫干净，如果发现有一点还残留，就给我舔干净。叶小兄弟，你看这样处置能让你满意吗？还有那些不辨是非、起哄的家伙呢？饶命啊，女王，我是被逼的，是史尚飞。他说如果不跟着起哄就……史尚飞，现在要告诉我谁指使你的吗？女生颤抖着掏出一个手机，屏幕上显然正在进行视频通话。史同学，看来集训营时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呀，明天见。完了，那个变态一定会用飞流直下3000尺对付我的。怎么了，小飞？那么惊慌像什么样子？我们可是史家的子弟。来人正是自己的堂哥史尚儒，黄金级巅峰实力。堂哥，你一定要帮我。又惹祸了。是叶清河，我和你讲过的那个集训营的变态，他现在转学来一中，还和轩辕破有关系。我让人找他妹妹麻烦，结果被他发现了。明天上学，他一定会报复我的。一个高中生而已，哪怕和轩辕破有关系又如何？我史家何惧他们轩辕家？小飞莫要慌张，我今日是休假回家，这几日不会回京都学府。明天我陪着你一起去学校，我倒要看看这个叫叶清河的小鬼哪来的胆子欺负我史家人。最新一集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提前看的宝子们可以冲了。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炸金花。第2日清晨，叶清河站在教室门口蹲点史尚飞，欧阳青则躲在远处瑟瑟发抖。完了，这疯子堵门了！史哥，别来教室，叶青和那个魔鬼在门口蹲点。消息才刚发出，史尚飞就嚣张的大摇大摆的走来。这傻子吃错药了。哟，史尚飞同学今天挺勇啊，居然还敢来学校，看来是做好找屎的准备了。哈哈，今天谁找屎还不一定呢。飞流直下3000。卧槽，这不是魔族吗？我想起来了，这是史家天赋召唤之门的契约咒，连魔族也可以契约。上一届高3的史尚儒学长就有只这种魔物，他现在已经在京都学府，这只不会就是……你就是叶清河，一步怎么样嘛？给我弟弟磕头道歉，本公子饶你不死。远处校长室窗前，哎呀，这史家和轩辕家我都惹不起啊！今天天气真好，适合闭目养神。怕了吧，我哥的契约兽离战将级只有1步之遥，赶紧磕头认错，还能少吃点苦。你们家起名挺讲究啊，一个史尚飞，一个史尚儒，一只苍蝇一条蛆，绝配。还说饶你一命，你非要自己找死，碾碎他。离战将级只有1步之遥算什么？战将级我一样能拿下，很荣幸你们能体验到我的新招。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炸金花。看，现在更像居在史尚儒了吧？史尚儒哪受过这气，准备暗中召唤第2只契约兽。飞流直下3000尺。京都学府的天才就这样吗？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了。大不了这个送你，当做赔礼行了吗？过时货不需要，最新款华为苹果我左下角多的是。骗谁呢？左下角送福利，新款苹果华为应有尽有，华为 Mate 70 Pro、苹果16 Pro Max 我都领2台了，你这么落伍吗？肯定又是套路。让你死个明白！看好了，从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游戏，上线华为 Mate 70、苹果16 Pro Max， 3折叠任选，填好地址就近发货，1件包邮到家。还真有。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史尚飞见状不妙，急忙逃跑。史尚飞同学，别急着走啊，我又不是什么魔鬼。史尚飞像苍蝇一样在空中翱翔，史尚如像蛆一般在史尚蠕动，多么和谐的画面啊！
苍蝇配躯，天作之合。欧阳青眼睁睁看着史尚如从天之骄子变成史之屈子，整个人都不好。爸，我想转学。哟，这不是欧阳同学吗？差点把你给忘了，躲这儿玩屎呢。欧阳青的求生本能瞬间爆发，他一个猛子扎向旁边的阴影。概念喷射，只要能钻进去，那一定是有缝的吧？此时已经失去理智的欧阳青失魂落魄的抬起头，对上叶青和那魔鬼般的笑容。别那么害怕嘛，我又不是什么魔鬼。史尚飞虚脱的躺在一片石海中，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你不要过来啊！是你们先来找我妹妹的麻烦的，这不过是礼尚往来，人不犯己，己不犯人，人若犯己，嘿嘿，高高挂起。卧槽，什么味道？这仨为什么被挂在这了？好臭！这仨人是掉粪坑了。别瞎说，那个穿黄色不对，白色衣服的我认识，是史家天才史尚儒。你们这样议论，小心被报复。真的假的？史家现在流行这种行为艺术。史尚飞听到议论声，羞愤欲死。叶星河，叶哥，能不能？风太大，听不清。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找你妹妹麻烦，我以后见了你绕道走。叶小兄弟，好身手，居然能一己之力打败3位天之骄子。史前辈说笑了，是他们先找我妹妹麻烦的。年轻人嘛，打打闹闹很正常。不过既然气也出了，不如把他们放下来，毕竟你也不想和史家彻底闹僵，对吧？好啊，我这就送他们下来，顺流而下3000尺。多谢小兄弟手下留情，改日再来拜访。这老狗比那苍蝇配躯难对付多了。史家别墅内，史尚飞已经洗完了第5遍澡。说，你为什么不教训那个混蛋？你对付这个混蛋不是手到擒来吗？闭嘴，没那么简单。我先前查了他的档案，加密，连我的权限都打不开。怎么可能？他不就是个小城市的乡巴佬？蠢货，能设置这种加密的，还能不让我们史家知道的，整个华夏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军方。我们史家再一手遮天，也不可能与军方作对。从今天起，至少明面上不许再对付他，至于暗地里……行了，你先退下吧，以后别再招惹这个小子了。待史尚飞离开房间后，一个黑袍人突然出现。史先生考虑的如何？我们教主很期待与您合作。只要有利益，我很高兴和任何人做朋友，包括你们。叶清河这边，无论他怎么修炼，黄金级的修为毫无进展，魔晶吃下去跟吃糖豆似的，一点用没有。于是他给轩辕破发短信求助。吾儿，为父近日修炼遇瓶颈，如可有良策？关狗东西！尊敬的轩辕破少爷，你突破黄金级以后是怎么修炼的？为什么天才如我，感觉到了黄金级以后修炼速度一落千丈？哼，你求我就告诉你。亏我还给你领了台3折叠，正在配送了都，我这就让他退回去。我说，这么快就到啊？对啊，厂商年终清仓，只要点击左下角下载游戏即可领取多重好礼，就近发货，包邮到家。刚刚又加了500份苹果全家桶，领到就是赚到。黄金级下一级就是星辰级了，需要的不再是量变，而是质变。你需要服用一种叫星辰果的果子，引导体内魔力转变。我就说，像我这样的天才，怎么会有瓶颈呢？这都是基础课，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星辰果在哪买？黑市都有卖的，不贵，50万一颗。很好，等下就去买1颗。1颗吃下去还不够你拉的，这每天1颗。不然你当为什么星辰级和黄金级是天壤之别？能以黄金级对抗星辰级的，都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了。比如你这狗贼。叶清河盯着手机屏幕，手指微微颤抖。50万一天，就算半年之内突破，也要花费9000万了。决定了，哥哥要去赚钱。很快，叶清河来到黑市的悬赏榜前面。任务名称：猎杀黑翼蝠王。任务难度：星辰级。任务内容：雇主想要前往黑影森林猎杀战将级的黑翼蝠王，需要实力足够的队友协助。任务赏金1000万。这个不错，1000万呢。任务名称：找到丢失的黑丝。任务难度：星辰级。任务内容：雇主的一件星辰级装备黑丝被战将级猛犸魔象抢走，需要悬赏者从猛犸魔象手中夺回丢失的黑丝。任务赏金2000万。这个黑丝是正经黑丝吗？就决定是你了。叶清河兴奋地来到黑市前台，准备接下任务。接取该任务需要黑市等级为星辰级，由于你从未完成过黑市悬赏，你目前的黑市等级为黑铁级，只能接取黑铁级任务。每完成一个当前等级的任务后，就可以晋级下一个等级。你可以选择从黑铁级任务开始接取。叶清河欲哭无泪，月入1000万的美梦还没开始就破碎了。再次回到悬赏榜前面，找到黑铁级任务。任务名称：帮忙喂猫。任务难度：黑铁级。任务内容：我正在外出，希望有人帮我喂一下家里的猫。任务赏金1000。好，就决定是你了。也不知道什么傻大户，喂个猫悬赏1000。喂，是悬赏喂猫的雇主吗？需要怎么帮你啊？我家里有只猫饿了几天了，然后我现在人在外地，你去这个地址帮我喂猫，钥匙在门口柜子第3格，进去直接喂就行。你家猫吃什么的？你人过去就行了。什么叫人过去就行了？接上集，叶清河接了个喂猫任务，可万万没想到这个猫粮就是他自己。卧槽！
喂，雇主，你管这叫小猫咪？你怎么还活着？你家小猫咪咋是500多斤的条纹皮东北虎？叶青可恶了，这特么是拿它当猫粮了，难怪说他人过去就行了。快，多日没吃饭的老虎终于累趴下。不是想拿我喂猫吗？不是把我当外卖吗？我让你吃，吃屎吧你！无中生有。老虎饱腹感来得如此突然，老虎困惑地舔了舔嘴角，尝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复杂味道。这500斤大花猫怎么吃东西还吧唧嘴呢？叶清河趁机掏出手机，按下视频录制键发给雇主。狗东西，你的悬赏我完成了，赶紧和黑市确认完成。你咋还活着？你喂我家咪咪吃了什么？你就那么不盼着悬赏人活着？你别管我喂的啥，反正你家咪咪我给喂饱了，绝对一点也吃不下了。要是不给我结账，老子投诉你。丢，账户到账1000元。几天之后，叶清河终于能接下黑丝任务。任务名称：找到丢失的黑丝。任务难度：星辰级。任务内容：雇主的一件星辰级装备黑丝被战将级猛犸魔象抢走，需要悬赏者从猛犸魔象手中夺回丢失的黑丝。任务赏金4000万。特别备注：由于黑丝被猛犸巨象吞入肚中，难度倍增，故雇主提升了赏金的额度。就这还算难度倍增？吞进肚子里了，这不是为我量身打造吗？只要这星辰级装备黑丝没被消化了，我就能让它拉出来。次日清晨，叶清河按照雇主提供的坐标来到遗忘峡谷。这里猛犸巨象身高超过100米，就连轩辕破的法天象帝在他面前也会显得渺小。都是星辰级，这差的也太多了吧？感觉红眼巨猿在他面前就像个小婴儿。不行，太远了，已经超过我飞流直下3000尺的最大施法距离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拿到黑丝就跑，飞流直下3000尺。肚子好痛，是不是那天吃的黑丝不干净？不行了。不是，那么能拉，我得找到什么时候去啊？这不是愤海捞丝吗？对了，控矢术，粪坤大挪移，史来，嘿嘿，我收复黑丝了。人类，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史盾踏粪而行，叶清河像冲浪选手一样在粪海上滑行，身后巨象穷追不舍，每一步都激起滔天粪浪。该死的人类，受死吧！你别逼我，史盾真数牵手。无数粪便形成的巨手从粪海中升起，每一只都有卡车大小，场面壮观的令人作呕。倍增硬化。人类，你的鬼魅伎俩对我无用的。千年杀。哦，我被自己的事侵犯了。哦，我不干净了。都说了，别逼我嘛。不知道这黑丝会是什么富婆小姐姐的呢？连黑丝都是星辰级装备的，肯定是位家财万贯的绝世美女吧。回到黑市悬赏处，叶清河整理了一下发型，摆出最帅气的姿势，等待雇主出现。你就是完成悬赏者吧？我是找到丢失的黑丝悬赏的雇主啊！我的富婆小姐姐呢？给你。雇主如获至宝，接过黑丝后使劲闻了一下。没错，就是这件。合着这件装备不是护腿，是头盔。当然，这可是星辰级隐蔽装备夜影头套，戴上后能完全隐匿气息。上周我在巨象巢学到考古时不小心被他夺走，那成想更是被当食物吞了。下次请把装备描述写清楚点。收到打款后，叶清河直接购买了价值4000多万的星辰果，回到家中便开始修炼。哥，明天我会去参加一个学校试炼，听说表现突出的将会获得长城秘境的参与资格，相当于你当年参加的仙宫秘境呢。需要我送你吗？没事的，我也已经长大了。学校训练广场上，人群熙熙攘攘，唯独叶青鸾独自站在人群中，形成了一个真空区，周围的同学都不敢靠近他分毫。这个人是谁啊？为什么你们都不敢靠近他？他可是 SS 级天赋生命微语拥有者，现在已经青铜中阶了，我们都管他叫病毒女王呢。和他为敌者，轻则上吐下泻，重则身体腐烂呢。那么狠，惹不起，惹不起。叶青鸾无奈的叹气，也不知道这些名头是谁传出去。你好，我叫华欣，认识一下。叶青鸾姐姐，要一起组队吗？不必了，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起来了，这人好像是华家的二小姐，京都4大家族之一，听说非常受宠呢。难怪她不害怕病毒女王。安静，试炼任务就在身后的这片魔族丛林中，击杀魔族将会得到评分，每个奴仆级魔族得5分，而分数最高的10个人将会得到长城秘境的参与资格。傍晚6点前回到这里统计得分。接下来我宣布试炼开始。深入丛林没多久，叶青鸾发现了一处河流。水流，那附近一定会有魔族出没吧？他跟着河流一路向顺流方向探去，来到了一处瀑布，那里栖息着大量魔族，目测有50只以上。这个数量，黄金级来了也只能逃命吧。嘿嘿。生命微语，病原体，诺如病毒，大肠杆菌，埃博拉病毒。荒岛气息，病毒在水中扩散开来。接下来就让子弹飞一会儿吧。半个小时之后，瀑布旁的魔族们免疫系统彻底崩溃，全部躺倒在地。对付这些没有什么智商的奴仆级魔族，病毒真是太好用了。
一共53只，总共265分，应该足够拿到第一了。如果哥哥在这儿，一定会给这招起名叫小史弹技吧。此时不远处，一个女子躲在树后，暗中观察着此处。此人正是画家二小姐画心。这个女人好帅啊！谁在那里？是我。画家二小姐，你不赶紧去猎杀魔族赚取积分，挨这窥探别人干什么？只是好奇 SS 级天赋者的能耐吗？现在见识到了，请回吧。我现在魔力消耗太大，万一他另有所图，何况我的天赋太过残忍，正常人见到必会有所畏惧。然而华歆非但没走，反而双眼放光的凑近一步。你真的不愿意和我组队吗？我觉得你好帅。啊，这孩子审美是不是有点问题？我习惯一个人，还是请回吧。经过叶青鸾再三婉拒，华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傍晚6点，所有考生回到集合点，考官宣布试炼结束。我40分才排30多名，画家二小姐排名第2，足足115分。第1名果然是病毒女王，有265分呢。等等，265分！全场哗然，考官盯着叶青鸾的分数，手都在抖。这相当于单人剿灭了一个魔族据点啊！姐姐连这种时候都一副酷酷的脸，太帅了。本次试炼到此结束，积分榜前10名者将获得长城秘境参与资格，时间在下个月。叶青鸾刚走出试炼场，就看到了靠在树下的叶清河。你怎么来了？听说你今天大杀西方，特地来恭喜你。还行吧，小小拿了个第一。不愧是我妹，走，回家吃饭。1个月后，叶青鸾进入了长城秘境开始修行。等他再出来时，叶清河也将高考完了。时间流逝，很快就到了高考的前1周。同学们，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战，即便是世家子弟，京都学府的资源也能让你们更进一步。高考流程大家都很清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老师，我不知道流程。老师不可置信地看了眼叶清河。校长说过别管他。平时没来上课，你也没和我讲过呀。好，那我再简单说一下，高考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展现你们的实力。考试的地点是一件名为山河设计图的神器内，全国考生都将进入到其中。山河设计图能够模拟出过去的幻境，在山河设计图中，你们会穿越到人类过去的某一场魔族战争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小族。当然，每一届高考给出的战争不一样，不同等级所分配到的战场不一样。京都中央考场上，所有考生严阵以待，以史为鉴。这是我的史。考生叶清河，身份检测完毕，请考生注意，你所来到的战争为人类第2次守疆战争，当前所处战场为华夏战场，请考生好好表现，除魔卫国。人类第2次守疆战争嘛，我记得就是这一场战争，轩辕破的老祖宗轩辕婴突破至战神境界，成为人类史上第1位战神，一举击败3大魔帝后燃尽身亡。苍凉的号角声响彻战场，叶清河被裹挟在冲锋的人潮中，随着大流一起向魔族攻去。眼前是望不到尽头的魔族大军，人类士兵像麦子般一茬茬倒下，却又一茬茬补上。叶清河深吸一口气，收敛心神，飞流直下3000尺，久居黄河万里沙。2重天赋叠加，整片战场的魔族突然集体僵住。卧槽，这是哪位兄弟的天赋？太给力了！就是有点味道，这也太臭了！冲啊！趁他们拉稀，要他们命！刀光剑影间，原本焦灼的战线瞬间推进300米，但很快，更多魔族从后方涌来填补空缺。山河设计图外，监控室里，考官们盯着光幕瞠目结舌。这孩子的天赋好强，就光这一招下来，他的评分都够上高校了吧？这是什么战场泥石流？群体控制效果简直拉满了。此时战场上，突然一只魔族临时突破至战将级。人类蝼蚁，我已经无敌。好好享受我的新招吧！可恶，必须有人挡住他，不然这片阵地就彻底完蛋了。可恶，连防御都破不开！小兄弟，你快走，你还年轻，他的皮太厚了，我们只要撑到人类的星辰级来帮忙就可以了。我无敌了！无敌，古有唐太宗以史为鉴，可以治兴替；今有秦始皇以史为鉴，可以斩诸魔。以史为鉴，这是我的史。快看这个考生，他居然以黄金级逆伐战将级，这届状元非他莫属。此子有天王之姿，他的资料呢？快查查他的资料。早就查，我的权限不够，无法查询。你作为主考官都查询不了，我们可是教育部的，除了军部还有谁能？除了军部。嘘，当作不知道就好了。山河设计图里，恶臭弥漫的战场上，人类士兵们集体石化。叶清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缓缓抬起手，如箭般指向魔族阵营。再吃我一招，瞎特喵乱流！再吃我一招，瞎特喵乱流！顿时魔族们肠胃变成滚滚血液，上百名魔族士兵瘫倒在地，痛苦的翻滚着，他们宁愿立刻死去，也不愿再承受这种堪比18层地狱的折磨。冲啊！干了这群畜生！卧槽，这威尔也太冲了！刀光剑影间，原本焦灼的战线被硬生生撕开一道缺口。隔壁战区的士兵们受到鼓舞，也纷纷高喊着发起反攻，整个战场的气势彻底逆转。这就是战场。
可是就在人类势如破竹之际，整片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一只一闪魔鸟遮蔽了苍穹。不是，这特喵的是魔王级，这特么是高考该有的难度。出题老师，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就在所有人都在为这突如其来的魔鸟而感到绝望时，一道身影悬浮在空中，直面魔鸟。与魔鸟相比，这道身影是多么渺小，微不足道。那是谁？隐约觉得那道背影有些眼熟。法天象地，一尊高达1000米的光之巨人拔地而起，金色的战甲上流淌着古老符文，每一寸肌肤都仿佛由液态阳光凝聚而成。卧槽！轩辕破！远处另一片战场上，轩辕破本人已经单膝跪地，声音颤抖。是轩辕鹰大人，人王大人，当今人类最强者，最强大的天王，我们有救了！滚回你的魔界去！整3秒钟后，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响彻战场。轩辕鹰大人万岁！人族永不为牛。搞半天是过场动画，把魔王级当副本 CG 放，是不是玩不起？我们也不知道考题啊，这段历史重现确实做得太逼真了。模拟历史事件，天王镇魔级完成，最终阶段开启，清剿残余魔族。突然，一道空间之门开启，一只浑身火焰环绕的地狱3头犬踏碎虚空而来。为了因你出手，本座可惜连昔日魔鸟那废物都舍出去了。人类真是个潜力无穷的种族，再放任你成长1-2年，恐怕我都不是你的对手了。不过你们有机会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今日之后，人族将再无威胁。大哥二哥说的对，俺也一样。孩子们，记住此刻，无论此战结果如何，人族脊梁永不断折。紧接着，轩辕鹰拉着3头犬进入空间裂缝之中。他是为了不让对战的余威波及到人类，所以选择独自去面对一位魔帝吗？所以我们考生的任务只是刷小怪，真正的历史走向早已注定。靠，那岂不是说轩辕鹰注定要死？反正现在积分肯定稳了，来都来了，大不了提前结束考试。概念喷射。随着叶清河一声暴喝，天空中的空间裂缝突然剧烈痉挛起来，那道原本正在闭合的幽蓝裂痕无助的颤抖扩张。山河设计图内，一位仙风道骨的虚幻身影突然身形一晃。卧槽，这小鬼什么阴间天赋，要喷出来了！我想起来了，这是大佛说的那个家伙。幻境内，数万吨五谷轮回之物如黄河决堤般从天而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叶清河脚踏粪浪逆流而上，乘着粪潮冲进了空间裂缝。快把监控调过去，我要看看这个少年要做什么。不行，我调不了，整个监控系统都出问题了，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怎么可能？这些监控由山河设计图器灵亲自提供，那可是当年司凡仙大人点化出来的器灵，怎么可能出问题？眼屎也是屎，概念眼屎增生。这时，先前那位仙风道骨的老者虚影出现在监控室。山河大人，您来的正好，监控怎么调不了了？您快把监控调过去。那个考生，等老夫还口气。片刻后，他大手一挥，监控浮现出叶清河所在的虚空中的画面。轩辕鹰与地狱3头犬的交战余波如惊涛骇浪，每一次碰撞都让整片虚空震颤。人类能以天网积聚于本地战至如此地步，你也算古今独一份了。若你真与我等同境，此战胜负恐怕还真不好说。俺也是这么想的。轩辕鹰没有回应，只是暗中积蓄着体内最后的魔力。他感觉到那道人族至今无人触及到的战神屏障，此刻竟隐隐松动。再给我2分钟，只要2分钟。突然，他余光瞥见一道渺小的身影。卧槽，哪来的小孩？我是来蹭助攻的。听着，这一战我恐怕凶多吉少，自身难保，也许没办法保护好你了。我知道，在我所知道的历史里，你会死在这一场战争中，但我宁愿战死，也不愿什么都不做。我明白了。逆流而上，黄河远上白云间。地狱3头犬突然浑身一僵，他感觉到体内某种物质正在违背生理规律，疯狂上升。你的天赋居然能影响魔帝，可惜了，你还太年轻，还是多成长几年，起码要让这个天资卓越的少年活下去。此时，对面的地狱3头犬勉强将五谷轮回之物压了回去。区区黄金级，居然能让我吸聚对体内物质的控制，有意思。不过真可惜，今天你们都将命丧于此，还挺香，要不再来一点？我勒个狗，改不了吃屎啊！巴巴粘黏。地狱3头犬顿时被粘稠物质糊住嘴，动作迟滞了1/1000秒。法天象地，王怒。卑鄙的人主，居然用屎收埋我的头！监控室内，空气突然凝固。卧槽，这小子助攻击退了魔帝。我撤回之前的话，这哪是天王之姿，这根本就是战神之姿啊！就我想知道，他助攻击退魔帝，这高考分数的夸张成什么样子？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干呕响彻监控室，只见山河设计图的器灵大人正死死掐着自己脖子，虚幻的身体不断抽搐。等等，那孩子是在山河设计图内部施展的天赋，而地狱3头犬这些幻象都是山河大人模拟的，所以相当于在别人体内控制他的10。老夫没脸活着了。虚空战场里陷入诡异的寂静。前辈，此战不止地狱3头犬一位魔帝，共有3位魔帝跨界。
话音未落，两道空间裂缝如伤口般撕裂虚空。左侧裂缝中，美杜莎女王蜿蜒而出，她的视线所过之处皆被石化。右侧裂缝里，血族亲王优雅迈步。卑鄙的人类，现在3对1了。再给俺点老八秘制小汉堡，俺可以不出手。闭嘴！这蠢货到底是怎么修炼到魔帝的？不管那蠢狗了，先解决掉这个人类。果然，历史无法改变吗？哪怕只是幻境里。就在此刻，轩辕鹰顶天立地的法相，此刻竟完全内敛成凡人躯体，没有惊天动地的威压，没有炫目的能量波动，但3大魔帝却同时汗毛倒数。千丈法相，尽归于身，肉身成正，大天金身。今日起，我轩辕鹰入人族战神之境界。该死的，他突破战神了！都怪那只傻狗，给我看呆了！必须趁着他刚突破，境界不稳，赶紧解决掉他。发愤图强。岩石也是屎，概念岩石增生。你很不错，我就恶心了他们一下，真正的输出还得看您。你来自未来吗？或者说，我此刻只是幻象？是的，前辈，这是未来人类的一场考试，我们在重温您当年的战斗。好，好啊！既然人族能有余裕把这场血战当成考试，说明这场战争我们没有输啊！人类传承下去了，未来还有你这样出色的年轻人。监控室内，所有考官激动万分。他真的做到，历史被改写了。年轻人不要那么沉不住气。幻境历史进展改变，华夏战场魔族死伤殆尽，考试提前结束。金光闪过，所有考生被强制传送，唯独叶清河还站在原地。不是，怎么卡 bug？ 我咋还没出去？无奈山河设计图器灵，你就是接受了仙气传承的人吧？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啊！我认识那个小金人，你装什么装？早说啊，前辈，在下正是思凡仙传人。小子，你很不错。嘿嘿，谢谢前辈夸奖。前辈，我之前在里面施展天赋时，您没什么异常吧？闭嘴，老夫的一世英名。哼，这个仇我记下了。虽然你在同辈之中很出色，不过也不要太自满。幻境里的我模拟出来的魔力不足真实实力1/10。如果是面对真正的美杜莎女王，你连再看一眼就会爆炸，不对，就会变成石雕。在你成长起来以前，千万别太过作死了。大劫应该不远了。多谢前辈提醒。言尽于此，我还要加班给你们这群高考生算分呢。希望这批年轻人能快些成长起来吧。第二日一早，轩辕破来到叶清河的住处。都9点50了，马上10点就能查分了，你还睡？这么快就出成绩了？启灵老爷爷通宵加班啊，干弟啊！我怎么感觉你对高考流程一无所知？时间来到10点整，叶清河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手指飞快地在屏幕上点击着。靠，服务器繁忙，什么鬼？另一边，轩辕破淡定地刷新着页面。查到，手机卡了。想像我这么流畅的查分，肯定少不了一台好的设备。这是我在……你居然还懂这个梗？别废话，自己看。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分数750，排名2，不错嘛，小破破。不过第一肯定是我啦，满分就750，你还能离谱到哪去？难道改变历史进程还能给你加分不成？这时，叶清河的手机终于加载完毕，分数无穷，排名1。不是，你他妈在虚空裂缝里面和我太爷爷一起都干了什么？就帮了点小忙。小忙？你管救活了一个战神叫小忙？可能启灵老爷爷觉得我表现比较出色，所以把分稍微打高了一点。突出？你那是手接把模拟幻境捅了个窟窿好吗？还有，你管郑无穷叫稍微打高了一点是吗？突然，轩辕破眼角抽搐地看着叶清河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疯狂操作。你又在干嘛？当然是发在社交平台上装叉啊。话说你妹妹呢？怎么不在家？她进入长城秘境了。算算时间，应该今天就出来吧。等下我一定要给她分享这个好消息，到时候双喜临门。而不久前，长城秘境内，几道身影将叶青鸾和华星逼至城墙边缘。叶青鸾单膝跪地，白银级刚刚突破，境界还不稳固，就被眼前几人出手偷袭。华清小姐，我们给过你机会了，你若愿意和我们一起处理掉叶青鸾，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少废话，一群阴险小人，趁青鸾突破时偷袭，还要不要脸？还等什么？动手！华歆是华家二小姐，要是动了她，废物！华歆交给我，你们去解决叶青鸾。华江河、莫鹤、青鸾，走！想跑？换云剑！双管齐下，会死的，会死的！已经死掉了吧？2个重伤的人从那么高处摔下去。我们下去搜，必须确认见到2具尸体。要是让他们活下来了，华家的怒火我们没人承受得住。而此时叶清河正在家里等待叶青鸾消息，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你好，是叶清河先生吗？是这样的，长城秘境已经到了结束的时间了，但是你的妹妹还没有出来。叶清河的手都止不住发抖，
先前高考获得史无前例分数的激动也荡然无存。妹妹一定没事的吧？我当时仙宫秘境也是延迟出来了，她一定是另有机缘，一定是。长城秘境内，几个打手搜索半天也没有发现叶青鸾的踪迹。只有1分钟了，秘境马上就要关闭了，我们……阴险男子猛地抬手打断他，眼神阴晴不定。要是他们真的活着出去，突然传送光芒笼罩点，将他们传送出了长城秘境。华歆的华家主，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女儿为什么没出来，不是还有一个人也没出来吗？兴许是他们2个相互争斗。此人正是华家现任家长华歆之父华冉。秘境中的事情我们都交代清楚了，我们可以先行告退了吧？说完，以阴险男子为首的几人转身就要离去。站住！在找到我女儿之前，谁也不准走。华家主，你不能因为华歆小姐失踪就牵路那么多无辜的孩子吧？闭嘴！华冉目光直刺长城秘境的守卫者。最后问一次，秘境之门开还是不开？规矩就是规矩，过了时限，绝无重开之理。华冉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只有刺骨的寒意。华冉，这可是军方的秘境，你是想挑衅军方？若让我发现我女儿的失踪和你也有关，这墨龙就是冲向你的。华冉，你虽强，但想破长城秘境还差得远。华冉缓缓抬头，没有理会这个狐假虎威的家伙，对着长城拱手作揖。前辈，且让晚辈我进秘境寻女。然而长城秘境并没有回应。既然前辈不愿放行，那晚辈就在这多等几日了。这里可是长城，岂是你想带就带的吗？可恶，敢袭击我！等军方的人来了之后，一定叫你付出代价。接下来几日，诸位就在这陪我等待小女归来吧。诸位最好祈祷我女儿平安归来。就在此时，叶青河踏碎结界闯入秘境之内。我妹呢？叶青河、叶青鸾的兄长，我听小女提及过你们兄妹。随即华冉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叶青河脸色阴沉的可怕，得知来人就是叶青河，阴险男子低着头，嘴角勾起难以察觉的弧度，他悄悄捏碎袖中的传讯玉符。叶青河听完叙述，突然走向秘境入口。小子，连我的墨龙都破不开，但我可以。概念，少侠且慢，我是长城器，长城守卫者，你先收了神通。那你能放我进去见妹妹吗？你早说里面有你妹妹啊！西南那个小奸人和我提过你，你先住手。你妹没事，他们都还活着，在里面接受长城传承。那早说吗？那啥，那我妹到底在里面发生了什么？大汉突然收敛怒容，一道神识传音送入叶青河耳中。本来小辈争斗，老夫从不插手，但既然是你妹妹，我便当给司凡仙一个面子。随后，他一五一十的把阴险男子偷袭刚突破的叶青鸾和几人围剿叶青鸾与华歆2人的事讲给了叶青河。我明白了，多谢前辈告知。既然前辈说不愿插足小辈之间的斗争，那接下来也请前辈不要阻止我和他们这群小辈之间的嬉戏打闹。叶青河露出一个瘆人的微笑，冰冷的看向阴险男子。我想问问你和我家青鸾有什么恩怨吗？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完全不认识你妹妹。那可以请你告诉我偷袭叶青鸾的理由吗？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和你妹妹无冤无仇，何必要对她出手？顺流而下。你什么邪修招式？控使术倍增脱水。阴险男子脸像触电般抽搐起，喉咙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你这是什么阴招？停！住手！要死掉了！我说我全都交代，是我动的手，我错了。如鲠在喉，五股轮回之物卡在了男子的咽喉，恶臭和窒息感让他生不如死。我不着急知道真相，我现在只想让你好好感受一下痛苦的滋味，双管齐下。会死的，会死的！求求你放了我！史家让我这样做的啊！我都说了，求求你放了我！又是史家吗？小荷才露尖尖角，然后某植物残，满地伤。别嘎我，都是他主谋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华冉也惊呆了，他活那么大，第一次见到那么残忍的打法，幸亏是友军。突然，数十道身影一过而入，为首的史真香一改往日笑眯眯的模样，面色阴沉如铁。你当众行凶，恶意杀人，我史家有权依法将你逮捕。华冉眉头一皱，史真香，好大的官位！就算叶和清真的触犯律法，也该由修行者法庭审判。何时轮到你史家越俎代庖？更何况指使他人暗害考生在先，如今倒打一耙在后，你史家真当天下人都是瞎子？华冉，你身为华家家主，却再次信口雌黄，仅凭一个亡人临死前泼的脏水，就想污蔑我史家？证据呢？来人，将叶清河拿下，若敢反抗，格杀勿论。七窍流矢。瞎子，你很不错，够狠，我认可你了。史真香的脸色已经由青转白，又由白转紫，他右手死死攥紧，指节发白。叶清河，你竟敢当着我的面？如何呢？又能怎？史真香，您该不会以为多带了些人就阻止我复仇吧？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狂妄！史家子弟听令，目标叶清河，格杀勿论。叉叉声接连响起，数十道召唤之门同时展开。小子，躲好了，不用怕，今日有我在，庇护你周全。华前辈，不用劳烦你，区区史家晚辈，天克他们，概念喷射。